那个叫断灭。那断灭空哦，国家那个救都救不起来。哦，现在他在自杀，你去救他，哦，你不见的时候他又自杀了，所以很难去救了，因为他豁达空，就已经断灭了，断灭空都没有希望。他认为是一了百了，了不了啊？我们要了解到不了哦。哦，我们到凡尘来是来还债。业把我们推到凡尘来，不是我们自己愿意来啊，是业把我们推来。各位愿不愿意到凡尘来啊？很苦不愿意来。年岁越大越知道这个凡尘很苦啊，不愿意来。可是已经被业推来啊，不得不来，所以是来还债的。债都还没有还，就要想逃跑啊！你逃跑就不用还吗？这个天地那一本账簿啊，不会允许你这样啊！你现在不还可以，往后再来还，利息再加上去啊！所以到了王死城去关多的，那算利息啊！然后再出生再来还。还没还完啊！你有暴力对自己，再来的时候啊，又会选择又是伤害自己，又是自杀，这样又没完没了。这样过得好不好？不好所以还是要欢喜心啊，甘愿受。看你偌济害，表明啊，跟他说准备海里。那债主他就放心了，他不会急着要，所以我们这个求道了这个已经地府除名了，我们要往天堂，所以这一些债主他都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你要去天堂偷不掉呢？要不要还啊？所以我们要多行善，利益众生。把这一些业全部都了掉，了掉了以后啊，高高兴兴，就在天堂，所以我们不逃避。假如说我们呢，想逃避的话，不想还，那一些债主都紧张了啦，紧张他逃得很快，所以我们会受不了嘞。我们身边刚好有200块，他要2万块。我们就凑不出来啊，对不对？慢慢的我们慢慢赚，慢慢还，2万块也可以还得清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表明说我欠你多少，绝对不逃避，一定还清。这样的话这次拢放心啦，唔惊你讲半暝啊搬厝。我现在很多人都半夜这个搬家了吧？债主一来空间啊。厝都讲细啊，人厝头加收落去啊，要去倒讨，所以下次来专线找迄车钱都较济，迄债务，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表明心机啊，就是清清白白，不会说欠债不还，只要你表明清清白白要还清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性分里面很富有的，我们性分里面非常富有，这个一下子差不多10之7、8都还清了，我们都不知道后面会有说。那么接着那个拨因果，那个拨就是拨开因果是一定的道理，你把因果拨开，就是不相信因果。各位浅浅，凡尘有没有因果？不但有，还决定不是说你不研究它就没有了这个不管研不研究因果都存在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凡尘
就是因果果。我们为什么会想吃饭？肚子饿啊，肚子饿因吃饭就会饱嘛，对不对？有没有因果？就是有，一定有。我说那个不相信因果的人啊，他也不用呼吸。为什么？因为呼吸就是要生活啊，你在活。你若无相信，你免呼吸啊嘛。你就免活。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不管我们相不相信啊，它一定存在。尤其现在这个所有的那一些债啊，都提早12倍呈现，12倍的时间提早，所以有很多有一些我们那个脸部的表情会引起杀生祸，了解吗？你把手讲银的人给你抬，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那个烟签已经找上来，拄好拄着，你个表情，那个表情一个出来就促成人家动手。所以或者以前都时常讲，那个14号台北那个14号公车是走那个菜寮到台北车站，然后走到三重市的时候有一个乘客下车，然后那个车上的乘客讲他晕那个下车的乘客跑上去身躯都炸倒爽甲毒死，他看一眼看他一眼就被他杀死。所以我们往后老师也不能随便看人我看人没关系你笑脸就好了莫讲银，那个银各位先生，咱若去用银那样很难过，对不对？那搞银我是那都唔对很难过，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个动作，那个都友善。那我们不要有，自己纵然吃亏也不要去讲银，没有用的啦，招有一些无谓的麻烦。所以我们要了解现在这个金子是容易黄，小人就不容易了。那我们要帮小人所以这个不要呢，这个播因果一定得要相信因果尤其我们修道绝对有因果茫茫荡荡遭这个殃祸茫荡讲台湾的话比较贴神对啦，懵懂很传神讲国语比较没有那么讲台湾话来的传神茫荡我们茫茫荡荡呢会遭殃祸，会遭呢灾难呢临到我们身上来，汽油呢着空病亦然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可以在有形有相的这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不住相。可是我们呢汽油不住相了以后，却着空，着空比着有还要来得厉害。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呢那个时候示现的时候讲说，宁可着有如须弥山不可着空如芥之许。芥子就是菜稷我们有看过菜籽嘛有没有？非常细，对不对？一粒仔仔尔剪出来一张菜那个菜籽一点点所以不要着空一点点，因为没有要救，着有很容易医治的，着空就没有救了所以不要汽油着空那个病易了那个比那个着有的病更厉害。还如呢避逆呢而投火我们要避开这个比喻啦，说还如呢避逆我们呢好像在水中沉溺了，有没有点落去
紧走，莫去这个水淹死，然后投入河堆啦。水淹死较艰苦啊，是去火烧死较艰苦？我们两个都不要。也不要去水淹死嘛，不要会休息。所以两个呢，我们都不要。这两个呢，它都相同灾难。舍妄心呢，取真理。我们呢这个修道都会讲说呢，我们要舍妄心呢，要起真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在初步的一个修持的时候啊，用的啦。咱初初咧修的时阵爱用讲爱舍妄心起真理。可是我们真正的一进入状况了，进入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以后啊，就不能再有这个动作。因为那个舍妄心起真理已经有取舍之心了。那取舍之心我们就是了解，就是造业了。这样了解吗？袂使有取舍。就是要事来则应事去则静，复合真理。那我们有取舍，表示有喜欢讨厌。那有喜欢讨厌，不管我们做出来的事是好是坏，都是业。好事的话是善业啦，它坏事就恶业，都是业。一定要接受果报。所以我们不要有取舍之心，这样懂意思吗？说我们在凡尘不要有那个取舍之心，因为取舍就是造业因已经形成，取舍之心成巧味，我们就会那个作假，这个心里面想的跟做的已经不同了，那个巧味。那么邪人不了解这样的真理，用这一种方式来修行，所以这个先那个讲说呢，不了解真理来修行，会变怎么样？就生成认贼将为子。那个贼就是偷我们那个家宝，那我们把它当成宝贝儿子，他会怎么样？他整个家宝都被他偷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说不了解，这个了解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了解了解呢这个真理，不要落入那个取舍，所以一进入到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就不能再做那个舍妄心起真理，已经全部呢都在真理世界之中了，不能有再取舍的心，要透彻知道。那知道以后我们怎么样来修行就会了了分明。那了了分明呢，就不会把贼当成宝贝儿子，这样也就正确。那么神法财昧功德，这边呢讲到这个法财，所以佛学刚讲说呢，我们性命之中有非常富有这一个财产在，就是法财。各位有听过吗？我们有七法财，有听过第一个呢就是闻呢就是我们能够听到最上圣佛法，能够听到最上圣佛法，让我们能够成佛，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最大的财富就是听到上圣佛法，我们能够听到上圣佛法。所以要了解说那个字典佛学字典里面没有七法财，因为它这个是始于上圣佛法里面那个呢佛学字典里面他一看他连那个社会人士都可以还的啦，所以没有记载七法财。七法财要在大圣经典里面它还有记载。那大圣经典呢都是要我们能够成就，能够成佛，都是最上圣佛法，所以那个闻听到最上圣佛法，就是呢我们最大财产，
可以成佛了。假如说没有听到上乘佛法，不知道怎么修怎么做，真理什么状态不了解，那不了解没办法成就，所以就呢贫穷。那能够听到就非常富有，可以成佛。所以第一个就是闻。那我们能够在这边研究就已经具备了。有这个七法财的第一个闻。第二个呢就是信，相信。那相信不是呢去相信外面的话，相信外面的事情，而是相信我们自己本身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把佛性启发出来，然后相信它。因为信为道源功德母，道的根源，功德的母亲都是从这个信出发。相信自己的佛性发挥出来，力道才无量无边。各位相不相信自己的佛性一定要相信，而且要启发能够呢整个人口呢都熟悉然后相信自己不是我们佛性本这样。第二个就是信。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戒我们刚开始讲呢佛性戒诸心地印，那个戒有没有？就是防恶止灰，把那个恶的灰的全部呢都去掉，全部去掉呢，我们佛性才会恢复光明才具备三恶道。所以那个呢就非常重要戒。第三个戒，这样懂吗？戒律概论就是不能做的你就是不要做，连想都不要想我们内心要有那个戒律自己遵守，自己遵守呢那一道那个墙那个就是等于是说灭火器我们那个欲望要来了，好像火要燃烧了赶快把戒拿出来，咻把那一些都喷灭了把那一些那个蠢蠢欲动的那一些不好的那个要分散我们精神的那一个分子都把它扑灭，这样会不会？所以第三个就是戒。第四个呢，就是从我们佛性呈现的定从佛性本身呢生发的定力不是从后天学来的啦。我们后天的那个定假如说我要努力学那个禅定，那个很容易被这个现象破坏。那从佛性出来的定它那个定很坚强。我们儒家时常在讲那个可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然后泰山崩于前，刀既加以后，不动声色，定不定？真的是大定那个定力真够，不会被外境影响，就是呢从佛性本身发挥出来所以这个第四个就是定。那我们已经有闻有信有戒有定，接着就要精进，就是要使自己成就精进很勤快很精进，正确的朝着方向目标精进这样会不会精进？然后第六个舍，舍就是布施舍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执着，都可以给人像释迦牟尼佛他呢成佛的果位都可以舍，不是说他舍了我们就不称呼他佛了，我们还是称呼他佛对不对？可是他就是把佛的果位也舍掉，也不住在心中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要舍，越舍是你的就是你的了，你再怎么舍还是你的啦，不是你的你再怎么去拥抱你还是抱不住啦。
对不对？所以我们越舍越舍，越舍啊就越得，就是要了解我们要舍，一舍了心中啊就很宽广，没有局限了，在小格局里面很宽广舍。那最后一个就是惭愧，惭愧啊，惭愧知道吗？我们要惭愧我都要未做佛的，要个众生，因为有惭愧啊，我们不会骄傲。假如说没有惭愧啊，我们前面那一些一有了就会骄傲，一骄傲就是造业了，一造业啊，我们要记入三恶道。骄傲的罪啊，我们就要了解到，各位先生，骄傲的话，以后变什么？对，就是天上飞的火鸟。各位有没有看过火鸟？它飞得很远，可以从一洲飞过一洲，很远那个火鸟。假如说那个骄傲不大，就变什么？切骄啊，对，就是切骄啊。他骄傲小小的，就变了切骄，就畜生道了。所以我们就是修道啊，最忌讳骄傲，上惊咱骄傲了。所以内心一定要能够降止，不能骄傲。这样了解吗？不容易尤其我学有那个经验一听这个心理心法，然后一领悟了以后啊，他会不知不觉骄傲，知影比人较济啊，骄傲，这个最难去除的嘞，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不能骄傲，一骄傲啊，就落入三恶道，这样了解吗？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什么？第二个呢？第三呢？解。第四呢？第五？第六？舍。第七？对，这个叫七法财。我们所要追求呢，就是追求这个七法财。七法财有了，我们最富有了。那个凡尘的那一些有形有相的那个财产，那个都虚幻不实在。这个七法才是实在的，就在我们性分之中，所以非常富有。那个外在的一口气不来，什么都不是我的啦，一毛钱也带不走。可是这个七法财就依附在我们性分之中，我们要拥有它。最难的第一个我们已经得到了最上乘佛法，那成佛，我们都已经有研究了啊。只要我努力，只要我想成佛，我按照这样去做就可以达到啊。这样了解吗？他想不想做啊？我剩下40分钟给各位问问题，各位有问题吗？好，请说，拿那个麦克风。候选的时候因为题目访问只有讲师结果又被刘讲师讲解了。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呢，还是要稍微就是说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外面放下的时候然后呢，现怎么讲？影像人头影像。那之前有讲就是说，收束于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是如初嘛。然后呢，我就不只是想说，是要收束回来，不要再去执着那一个相。然后呢，是不是还需要念经文呢？需要回向。好，请坐。因为大前提就万缘放下。那我们这个有呈现影像，我们去注意影像，那个变成那个缘万缘里面的一个缘没有放下。
所以那个心还没有到清净啊。所以记得要做万年放下的时候全部集中精神在万年放下，不要让心有事来割，有事来变成缘的一份子啦。那我们变成没有放下了，变成又进入那个缘的里面。那这样的话不容易让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呈现。那我们现在最主要是要让它呈现。所以不能有，不管有什么景象，不管有什么声音，不管有怎么样，都放下，才彻底才会有功效出来我们才会把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整个轮廓都能够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掌握到，这样修到来才会踏实。那个另外在讲的，说我们眼根凡眼是文殊，耳根凡眼是观念，那个是今天才讲的你马上就把它应用，还真快那个是在我们生活之中，在生活之中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为什么看到什么都知道什么，那么的清清楚楚，那个就是我们的智慧。智慧就是无私。然后我们听到声音，听到了那个听到是佛性听到那个就是观音观世音不去分辨这个内容，你去分辨内容，烦恼就来了你能够掌握到那个我佛性这么灵敏那个能够听到的，能够看到知道的就可以。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听说万年放下，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其实很困难。因为只要我们有鸽子，那就叫一眼没有放下。那万年放下，你这个一眼都还没有放下，那怎么万年可以放下？所以那个真正的要实际的你去体会不管有什么来打搅，全部都斩掉。你要进入合理的现象那是在另外做法门不做万年放下把它分开所以做耳根圆通的时候不要做万年放下，做万年放下的时候不要做耳根圆通，一定要分开，分开它才会成就。你混在一起两个都不会成就。还有吗？要问才容易进步不问的话，我们那个问题就是解怕感，若怕感怕不透去修不行。有拜托拜托。问题这样子，或许从小不挑食很好养，可是这一周来一反常态，每天看到食物想吃，只想吃水果。但是不想吃的早中餐仍是可以吃得下，很想吐又吐，肚子不舒服，但是大都没有出现。请问这些症状是否和后学正在听做耳根圆通听有坛经及金刚经有关系？如果这个生病，应该每天都会有疲倦软弱，但是后学没有疲倦软弱。各位先贤，这个要恭喜这一位问问题的，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业障可以说都是蛮深的，而且在台北也很多先贤都有这一种建议的，他很努力这个吃的也都没有乱吃的，然后很努力的在研究这个经典。然后也很专注的回光返照，可是就会一直就是遇到一直呕吐的现象，滴里吐，然后
他这个看医生，医生都找不到症状了。然后我说我们修道出来的问题医生是没办法的，我们自己要了解。然后我跟他讲说你这个是非常那个殊胜的一个现象呈现。那个一般当这个比丘比丘尼都大概要10几年以后才会有那一种呕吐的现象产生。那个是把所有的我们那个佛系里面的那个误会全部都吐出来了。所以那个需要很努力的修，而且要10几年。我说你都还没才多久的时间怎么这个现象呈现？他说阿尼亚，我都很紧张遇到这种现象很紧张那也必然呢都是真真切切的在这个修持在生活都没有乱吃没有别的事那就只有这样。那我跟他讲说非常恭喜，这个把你的那个那个佛系的误会整个都吐掉。那个是要10几年那个和尚尼姑10几年努力的功夫才做得到的。你竟没有几年的时间也就可以做到非常殊胜所以那个不用怕那个是好事。那一种情景之下也找医生，医生也没办法了。你放松心情不想吃的话就不要吃然后呢渴的话喝一点开水，这样了解吗？我们很努力可能也都会遇到了遇到绝对是好事，不过也不用强求，这个也强求不来了能够有那一种情形出现其实是好事。咱才半年尔呢，迄拢都要足久的时间才会嘞可见他很努力在做，才有这个现象呈现这样了解吗？我们先知道比较好遇到的时候就不会紧张了。还有吗？刘老师好。好。你一直想到论理那么刘老师刚才讲到，那就是现在那个实行存在的问题大家见理见智莫错于此那从圣贤的经典中有没有可以给获取？好，请坐。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当这个国民嘛我们也都是很奉公守法。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所有的一些法官他在判那个死刑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慎重的，因为他那个一判下去就是杀人，没有利息那为什么他会判他死刑呢？就是他所有的行为已经不容许在我们群居里面存在。假如说让它存在的话，那善良的人就倒霉了。所以他要经过那个3审3刑，经过3个阶段3个阶段竟然3个都判死刑的话，那一定呢他罪无可犯，就是不能逃避一定要执行，让他呢跟这个善良的这个人民隔开，这样呢社会才有公义你不能说我不执行死刑，死刑是杀人，不是那个意思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众人说你应该死，那个是众人判你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那个叫做共识。不然那些受害的家属他的心里要怎么样？是不是很不平？他心里面一定平社会没有公义。然后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种
社会没有公义的情形之下，那整个社会会混乱，已经乱来了。反正再怎么做，都不会被判死刑。是不是会越来越恶？我杀一个人也这样，我杀10个人也这样，对不对？那越来就越不像一个社会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存在。那个背后的原因呢，就是你事先你都不遵守，社会公义你都不遵守，你危害到善良百姓，做出那一些呢，那个人神共愤，那一些举措出来，那个那么多神都判死刑，那个执行是应该的啦。我们不能说用妇人之仁来看因为他先接受我完成王法的制裁，到地府还要接受地府的制裁，不是光一个这个完成这个是多的，然后到地府去你有什么罪过还要再去接受那个地府的制裁。那个才是真正的苦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在凡尘可以说那个一枪杀没有什么苦啦，猛那个死去有什么苦？你那边挖，我们所有那个纳税的钱要去养它，你愿不愿意？不愿意你企业拍了怎么会愿意？不愿意。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社会有公义的，有那个义理存在我们要维护，真正的做不好的大家都知道不可以，受到国家法律制裁应该，不是这个是真理吗？他说都不执行的话，那我们整个人民这个心就很没有那一种指望了。做好做歹拢同款，你那就做好，就变成这样了，那整个都不行了，伦理道德沦陷了。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到，大家说应该是大家杀他的，不是1、2个人杀他的。所以我们要维护那个整个社会的那个公理。那个正义一定要维护。好，超过时间了呢。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见证，大家好。谢三道天使的老千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呢又接着讲永嘉大师呢正道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个地方？讲到宣扬处认受者将为在这个神法财，对不对？对。神法财昧功德，是不是这边？对。找到了没？找到了。那个神法财，我们呢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呢性分之中呢有7法财，我们有这7法财就是最富有。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记得要不要背背看？不错都还有印象。第一个呢就是闻，因为我们能够听到最上乘佛法，使我们有成佛的那个机会这个是非常的难得。所以这个7法财在佛学字典里面没有，找不到这个7法财，是要到大乘佛法里面的才有提到这个7法财，使以我们呢这个性分之中的那个财产
我们有7法财啊，是最富有。第一个啊就是闻，听到上乘佛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信，相信啊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这个相信我们一般都用到外面相信外面，那很少用到我们里面来。那这个呢就是要相信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相信他就是佛，所以我们都跟佛在一起。要相信。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戒，戒可以防非止恶。那个是非的非啊，可以防止非，然后呢恶啊都饿死他，不会呢作恶，防非止恶。所以那个戒啊很重要。因为有防非止恶啊，才可以使我们的那个佛性光明。所以第三个啊就是戒。第四个就是从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产生的定，那个定力啊。所以这个定力很重要。我们在凡尘学那个禅坐的定啊，那个很快啊被现象破坏。那我们从佛性发挥的定啊。那个很笃定。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可以啊，就是这个贫贱不移，富贵啊不淫，威武啊不屈，然后呢，泰山崩于前，刀具啊加以后，不动声色。那个定啊，就是很笃定。所以不容易啊，这个是从佛性出来。只要我们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就会有那个定啊会产生。我们有这个定了以后啊，来处理凡尘的事情啊，那个轻重缓急呀，我们都能够分辨很清楚，就会处理得很圆满。所以这个定很重要。然后有了具备了上面这一些条件啊，就是要精进，精进啊使我们成就。我们在这个凡尘啊、凡尘事啊，都要精进才能够成就。那么何况呢是圣事，一定呢更要精进。那我们有精进了以后啊，接着下来啊，就是要舍。舍就是布施啊，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都能够放舍。不呢执着，不呢局限在我们这个身上。一放舍以后啊，我们这个心魂啊就很宽广，可以啊尽虚空遍法界，所以就是要舍。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惭愧。这个惭愧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凡尘啊，只要修得很好，修得很好，我们那个内心深处啊，不知不觉就会骄傲。各位有没有感觉？我们知道的多，领悟的多，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觉得高人一等，就会骄傲产生了。那我们有惭愧那个骄傲啊，那就不会出现。要惭愧，我们现在还是众生，还没有成佛。假如说我们已经到达佛的程度，我们要惭愧，因为众生都还没有度尽，所以呢要有惭愧的心。骄傲就不会升起，不会骄傲我们不会造业。骄傲的就是造业。或者讲说，这一生之中很多福报的人他都会骄傲。那么骄傲他造的业，就是准备那个下一生呢，要天上飞很高，看得很高，所以他也飞得很高。越大的骄傲越出生那个火鸟。它飞过大海，飞过很远的地方。我们要用望远镜来看。那假如说小骄傲的话，切骄啊，那就是很容易看到。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骄傲。各位有没有骄傲很坦白，有就是有了。假如说我们当人都没有骄傲的心那就不是人了。都会有骄傲，只是我们要能够去降服它。降服我们的骄傲。
要了解说，当然啊，人生难得，很不容易。那我们既然有得到人的身体了，又呢，依照呢上天大概普度得到了，我们要努力的来修持，让我们真的能够成就。然后呢，周遭的亲朋好友，我们也都他引进，都能够呢成仙做佛。这样呢，就是一个最理想的这个世界。我们呢，真的把这个佛世界变成莲花堂，整个呢都是佛世界啦。自古以来，所有的这一些呢，圣贤切佛都希望能够世界大同。那世界大同呢，要从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做起，那影响到所有周遭的人，整个呢心都发挥，真心都发挥。那这个样子的话，就可以世界大同。我们那个道的宗旨啊，也就是希望能够世界大同。那从我们本身起啊，就是不是光喊口号，是实际的来做的。所以这个神法财呢，就是从前面那个用那个生灭的心在修道，那会省掉我们的法财。所以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并没有很明显的说我们是用生灭心在修呢，还是用不生不灭的心在修。我们不研究性理心法的时候可以说呢非常朦胧，不很明显的分清界限。各位现在可以分清了吗？有没有信心的对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跟生灭的心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只要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六识就是心那个心就是生灭心。我们说识心，认识的心因为我们生活时候都是用这一种心在生活，所以都是生灭心。用生灭心来修道，修不成道。所以有的修了好几生好几世都修不成。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找到不生不灭的心来修，用生灭心修了，所以修不成道。各位了解意思了所以我们呢要找到不生不灭的心来修道。不生不灭的心呢，或者都一直讲跟我们生灭的心合在一起。我们认识生灭不认识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只要有空闲，我们就呢做万念放下，然后呢一念不生。那万念放下，不要有念头，这一个时候保持那一个觉性那个觉性我们把它保持，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成佛就是这个在成的这个我们认识了，就已经佛出生了。那出生以后我们3年如朴3年的抚养，然后慢慢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他会发出般若妙智慧。那般若妙智慧有了，我们呢透彻的认识真理。那个时候完全都这个非常了解，到那个状态之下，可以说都非常了解。所以在开始做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比困难。我们很多前都做了，说万年放下以后他就睡着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有时候都是硬撑的啦。本来这个身体都已经超过负荷可是因为这个要赚钱都硬撑。那真的我们做功夫的时候那个万年放下，那个硬撑的状态都消失了，所以那个身体的疲累都整个呈现，所以就睡着了。那一种万年放下的睡着恢复精神最快。
因为我们平常睡觉的时候啊都没有万年放下。各位在睡觉有没有万年放下？都一直在思索，然后才睡着，对不对？隔天起床这个头还痛。所以或许在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啊，就试验过这个问题要睡觉的时候啊，万年放下，什么念头都不能有，明天起来那个头脑很清醒，很舒服啊。那假如说或者又换了一个时间，然后又试验，今天晚上一直想，能够想到什么就想，问题一直想，然后一直想到后来睡着了啦。那明天早上一醒过来啊，那个头啊，一个就2个大，很胀很痛。所以各位同学，假如说要这个每天的生活啊都过得非常如意的话，那你就在睡觉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万年放下，万年放下还不容易睡着了。再一个动作不能动，那就容易睡着了。那假如说心念再多从头一直开始放，把头的力道放到枕头。然后呢，开始下来就肩膀放到床铺，然后呢就整个胸部，然后一直往下一直放，把那个力道全部放掉，都没有力道，连要转身也没有力道，就睡着了啦。最好的是睡着方法就是这样，明天起来很舒服，那个血液啊都畅通非常舒服。他脑袋瓜很轻，不容易啊，年老的时候中风了。可是我们就是不肯让脑袋瓜这个清闲，都会有意念产生所以我们修道了以后要了解说起心动念就是无明，起心动念就是不觉。从觉性发挥的不觉，让我们很多烦恼，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不觉去掉，都时时刻刻保持觉，能够呢觉久就变觉者，觉者就是佛了，这样懂意思吗？我们本身就是我们就是佛了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事，在起心动念就要想我是佛，那很多佛不能做的事我们也不要做。佛会不会害人？不会。会不会骂人？不会。那我们就要学因为以佛自诩的话，我们就很快会达到那一种真正的进入那个真理的领域。那我们一进入跟佛真的没有两样的，就是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所起的念头都是凡尘事，它都是这个计较，它都是对待。这一些呢，我们都要看得透彻。看得透彻以后就觉得这个都不必要的，完成的事不必要那么投入。投入以后我们沾了很多尘垢，沾了很多尘垢以后我们就要接受那个果报，所以我们会省掉我们法财，省法财，昧功德，因为走入凡尘我们那个兴奋之功德，那个功德完全没有，所以六祖就讲，见性是功，平等的是德。我们只要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活性那个就是功了。那德呢，就是需要我们平等，心要平等。所以我们为什么德性没有，就是因为没有平等那个心，平等性没有。人与人之间呢，我们有分别心，你物之间物与物之间，我们都有分别心。所以不平等，德性呢才没有培养。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培养甚至啊，连我们的那个下一辈，就儿子女儿那个孙女那个晚辈啊，我们要了解说，他的身体啊，虽然是说这个父母亲生下来，可是他的佛性啊，我们没办法生的，我们生的是身体呀，所以我们要养，然后要教，教养都要，才能够让他在社会立足。然后他的佛性啊，跟我们的佛性啊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待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要平等，容不容易？我们把晚辈跟我们看成是平等，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看那个有钱人跟有社会地位的人啊，我们会不会把他看成比我们低？会不会？我们普遍的现象啊，都把这一些看得很高了，所以又是不平等。那我们要了解到。他的那个外表形象啊，是比我们高没错，可是他的佛性跟我们都是一样，没有两样，所以一定要平等对待。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越接近了仙佛菩萨，因为佛菩萨没有分别心，那我们的分别心太浓厚，太浓厚的分别心了，使我们的做法不一样。我们的所有行为啊，都从念头出来。那念头有分别了，我们行为有没有分别？自然而然的，一定有分别。一定有喜欢讨厌有取舍的心。只要是取舍的心都是造业。我们行善也是善业，以后得到福报了。那做不对恶业，都一定有业。所以我们呢，进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从佛性呢直接生发，直接生发。第一个叫做直心，那直心跟真如是相应，所以我们用直心来应对，完成了万事万物，这样不会造业啦。可是我们就是不肯用，因为直心来对待万事万物容易吃亏。那我们都很聪明，学得很聪明，不愿意吃亏啦，所以直心不用，很快就转念，我们变了心意识。所以各位前贤，我们要把心意识了解透彻。释迦牟尼佛讲说，不要用心意识修道。心呢，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的那个叫心，是因缘际会，缘际假如说没有根没有尘，根尘没有相对我们没有心根尘相对我们才产生。那有时候的这个六尘它变化无常，很快变化，我们的心就跟着很快变化。所以那一种心我们不要拿来用，不要用心修道，懂这个意思吗？这样分别得出来吗？释迦牟尼佛讲说心则忌，我们忌讳了，很多朋友在一起忌讳了那个忌记忆，很多呢一眼记在一起才呈现了心这个心不确定然后忆忆呢就是回忆，我们有经过有学过以前呢这个处理过的事，然后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叫忆，一样是因缘际会那个缘际则生缘散就灭了所以呢那个忆则忆忆，回忆的意思然后那个事心意识那个事事则现之意，显现让我们知道要显现要有因缘机会才会显现，所以显现让我们知道也是因缘机会的东西。所以三个
都是虚幻不实在的，这样了解吗？我们对这个心意识透彻了解了，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显现，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去处理，让我们很亲切的在一起，那个叫识，心意识的识。然后心啊，就是根尘相对，我们的六根对着六尘，六根六尘知道吗？知道。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呢，六根六尘，根尘相对，然后才产生。根尘不相对啊，它不会产生。所以根尘不相对啊，各位，我们心在哪里？根尘不相对的时候，我们心在哪里？就找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呢有时候会讲说即心即佛，即心即佛啊，就是心意识都不要放下，没有心意识。没有根尘相对，没有因缘际会，然后它常存常住，永远在。就是我们把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一个觉性啊，那一个啊，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用这个真心，这个即心即佛，就是这个真心。这样懂了吗？懂不懂？不会很深了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拼除那一些因缘际会的那个心那个不要，那个呢一直变化，一直变化，我们心呢跟着一直变化，所以不要用那个心。然后我们那个觉性的心它就是我们用的。我们有用的时候给我们用；我们没有用的时候它还在常存，都永远在。所以我们这一个即心即佛，就讲这个。这个心就是佛。讲它是心可以，讲它是佛也可以，因为佛就是这个在做，是一个成佛的所以我们要成佛，一定要能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体会那个觉。那一个觉啊，我们有体会它在，我们不体会它也在，我们用的时候它在，我们不用的时候它也在。所以呢，就是要用这个，这个即心即佛，了解到讲到佛是比较亲切，讲到心佛亲切，然后讲到道好像比较宽广，比较外面。然后我们要知道。那个道讲道的时候就整个都是真心所以我们那个真心它叫如来藏，如来含藏万事万物，万物都含藏在我们那个真心之中。我们的真心含藏整个三德大地，我们的真心含藏所有一切所以才讲。虚空无相，我们的佛性虚空没有形象，不拒绝诸相发挥。所以我们佛性呢，本来没有形象，可是有万象要生花的时候，我们佛性都不会拒绝，让它自然生花。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佛性有多么的宽广，有多么的奥妙。所以各位没有研究心理心法，不会了解说三德大地就是我们的真心呈现。我们会分别心三德大地是三德大地，我是我，对不对？我们一般都这样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以后，了解说怎么形成三德大地，是我们在我们了解的无极理天，然后我们一念妄动，一念妄动以后那个时候还属于无极状态。无极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无到极点，什么都没有。然后无极生太极，太极就生两仪，两仪就生四象，四象呢生八卦。
88相中相凑64，才这样哦，整个气数啊，形成哦，才有啊这个天地。那我们了解，是因为我们一念啊，有一个念头哦，在无极之中啊，一个念头，然后产生哦，说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哦，因为一念起就是我们升起一念，这个时候啊，就有3个很微细的在佛性的本体里面哦，一个呢就是业相，念头啊就是业。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凡尘生念头、起心动念，就叫造业。所以我们要修到回到本来，就要把念头放下，哦，不要起心动念。因为生念头才落入凡尘，要回去呀，一定要把念头放下，不要有念头。不要有念头的时候啊，叫正念。正确的我们念头叫做无念。哦，所以正念的时候啊，已经回到佛性本体，已经回来了。所以要没有念头，然后我们一念就有业相，然后有转相，然后有现象。所以一念无明啊，生三系，3个很微细的，还没有形象啊，只是在性温之中，它已经有业，然后有转，就会现象。3个啊已经形成在我们那个性分啊佛性之中。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第一个念头就是业，第2个转向，把我们本来的那个般若妙智慧啊，转成我们能见之见。我们能见啊，各位同学，我们很喜欢我能见，它就有我所见，对不对？它本来能见跟所见，它是合在一起一体的。可是因为我们一念妄动以后啊，它就转成能见跟所见。然后我们所见啊，因为在性温之中，那个时候什么形象也没有，你坚持啊，一定要看。各位先生，我们瞪眼啊来看虚空，会出现什么现象？空中有花啊，就见空法。所以就呈现了现象出来，所以叫一念无明生三系，3个很微细的业相、转相、现象。可是这个现象还没有，要到真的落入已经山河大地有世界了以后，我们众生是不是才出生？那个时候境界为眼啊，又长6出了，我们就真的在6道轮回里面的。是这样来的啦，所以我们要回去呀，第一个先把念头放下，不要有念头，念头都没有了，才回到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回来，时间久了，你就归本位了，这样懂吗？所以我们现在现实社会里面啊，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欧丽桑、欧巴桑他们呢有时候都会讲说。这个也没有一生之中没有做坏事啊，怎么到年纪大的时候坎坷的事很多？他没有想到自己呀，因为就是太空闲了，他都生活在那个过去的那一些情境啊里面，就是过去心呐，一直在想，什么人欺负他，什么人帮助他。一直啊都在想这一些问题，所以因为念头多念头一多，我们要了解到念就是业，造了业，把以往我们累世啊所造的都全部拉来，来我们接受果报，是不是就很坎坷了？我们过了就不很如意呀，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说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啊。有空闲的时候啊，不要胡思乱想。有空闲的时候胡思乱想啊，是在造业啊。那么社会人士大概也不太容易接受这个观念啊。讲你黑白想到这种业，他会接受吗？不会我也没去妨碍别人啊。他会这样说嘛对不对？不知道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啦。
我们本身呐、因为经过六道轮回这么久的时间呐、三善恶恶啊，全部都会有做。那现在我们又生发念头，把以往过去世的一些所造的那一些业，我们现在在胡思乱想啊，这个因跟缘汇合。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念头，虽然过去有很多的业因，可是我们不想啊，没有缘没有因缘配合不会现象，这样懂意思吗？所以那个罪业消灭了，这样容不容易？只要我们不胡思乱想就好了，容不容易？容易因缘多你这个想法容易也不容易。真的，我们真的要让整个脑袋瓜都空下来还真的要训练我们时常都会一空下来就开始胡乱想。所以修到了以后要了解，起心动念就是造业就是不觉，就是无明。那我们要明要使整个都光明，使佛性整个光明。所以呢，就是不要起心动念不要胡思乱想，这样呢才不会这个呢省法财，把我们的那个法财损失掉了很可惜那底下昧功德因为呢功德是从我们佛性本身呢生发的要见到佛性，然后呢要能够行持平等不要有分别心，自然呢就有了所以培养我们那个德行那学习我们老祖师这个度大能容什么事呢都容，只要容下了以后能够容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了却人间多少事，所有的事都没了，没事了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从呢生灭的心来修会省法财昧功德。我们呢从不生不灭的心来修就能够进入最富有的我们那个性温之中因为凡尘的是一些有形有相的那个财产我们一口气不来1毛钱也带不走那个不用呢我们去争随顺因缘就好要这个凡尘我赚钱呢我也不拒绝然后呢这个钱这个4脚我们人才2只脚而已，追不到也不追，这样就很洒脱了很能够自在。所以呢我们要自己呢追求所以这个从呢生灭心生法财昧功德，莫不由思心意识为什么会这个生法财昧功德，就是因为有心意识刚才我们有特别解说心意识，各位都了解吗？心意识就是因缘际会才有，根尘相对才产生的那个心意识都是我们生活之中用，才会呢那个生法财呢昧功德都是由这个心意识引起是以禅了却心所以呢这个禅宗呢在修持的话，就是了却我们那个根尘相对的心全部呢都把它了却，不要它，不用它，这样了解意思吗？可能会产生说我生活中咧用的都拢多莫用要用啥，会不会？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直心跟我们的心意识它差别非常微细很小。直心是从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生发，那我们呢要比较容易认识就是我们所称的良心各位有没有良心肯不肯定？那个良心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所呈现的
那个儒家叫良知良人，那我们这个实义叫做良心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只要凭着良心来对待万事万物，那这样大概就不会错了。这样会不会比较容易啦？我们讲说呢不用心意识的话，有时候还会应不过来。那用良心来应对完成万事万物，这个就很容易就秉着自己的良心来做事，这样就正确。所以呢，禅门把那个心意识那个心了却掉，顿入无生知见力。我们只要把那个心意识都不用，就可以顿那就是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呢，进入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个本体那个无生，就可以进入我们佛性本体，然后呢产生呢知见。所以这个无生的知见力一定呢要一段时间来培养。那个知见力是般若妙智慧。所以不是呢，我们马上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马上产生不是那样，而是说我们只要肯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培养一段时间，因为呢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个觉那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只是呢佛性已经呈现已经呢佛出生了。那出生以后，我们还要经过呢3年的奴仆把它抚养，让它呢茁壮长大。所以那个无生的知见力一定要在一段时间以后它才慢慢产生一直只要我们照这样做就有呢这一个知见力，无生的知见力，就是般若妙智慧。那有般若妙智慧来应对完成万事万物，就非常正确。所以呢我们要自己努力。那么从顿入无生知见力以后就可以称为这个大丈夫。那这边呢或许就有特别想特别把它标明说，那个大丈夫不是在讲那个男生只要是我们呢能够体会那个真心佛性的话，能够见到我们佛性呢，都称为那个大丈夫。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佛性里面没有那个绝对性就是我们的佛性以往不是有人在问说，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查甫查某？各位同学，观世音菩萨是查甫查某？就落入两边对待的，对不对？我们说在我们中国说女生比较慈悲啦，说女生；在印度说那个慈航大士那个都是男生修成的，是查甫所以就有那个争论。那我们要知道说佛性呢它可以落入乾道的身，可以落入坤道的身它本身并没有固定所以可以显现乾道可以显现坤道在呢我们修持的时候也要了解到落入这个形象以后那个是已经我们之前的那个业力使然，我们造的业把我们推了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去决定。那我们修正了以后就不一样了修正以后假如说我们证悟本性，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那要化成什么身呢？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化成乾道身就乾道坤道身就坤道甚至于我们喜欢当的那个小动物也可以化成小动物，也可以化成植物看到呢这个有人在那个沙漠走得很疲累
又被太阳晒得很难过，可以化成一棵大树。活菩萨可以化成一棵大树，然后呢，让那一些晒得很厉害的人啊，到树下去乘凉。然后等到他已经一段时间恢复体力的再走了以后啊，只要他再回过来看，那个大树不见了，那个就是菩萨示现，要呢帮助众生啊。这个可能我们都还听过，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所以我要了解说这个活菩萨千百化身呢不是说固定一个形象啊，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一个陌生人，然后来跟我们讲几句话那几句话对我们非常有作用讲过以后我们回过神来再去找他那个人找到了不见了，那个也就是佛菩萨示现帮助我们。所以或者才讲只要你肯用心，师之天告之你不了解说真理，想追求，你一直想你只要呢很虔诚的一直想，上天一定借人借事让你了解答案。所以只要我们肯用心都会有答案绝对会有思想的思师之天告之，上天告诉你答案或者本身都有试验过了才会知道说原来是这样那出来的答案不会是固定的啦，有时候是一个陌生人跟你都不相识，可是他突然对你讲话他讲的话以两个人不相识的人来说是莫名其妙的，那给他讲起来可是你听那个话的内容，你讲这个我咧追求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就这样，他讲的人呢莫名其妙我若去讲这话，你甲伊问伊嘛唔知所以那个就是活菩萨示现。不要认为说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周遭可能呢那个像后学一直讲那个李祖师他就示现给一个对他很崇拜的那个信徒看他就是示现一个老婆婆抱了一个孙女然后嘴巴对着嘴巴了结果他的信徒说老不休不看晚上睡觉呢，那李祖师就给他托梦说我已经示现给你看了你都不看两个口对在一起不是驴吗我已经都告诉他了示现了你想讲仙女不是这个型一定足好看一定要等好看所以你看不到就是很平常的平凡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真正的平凡平常平安平实那个是最高的佛理最高的佛理就是这样是平平常常所以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要回光返照，定下心来，然后呢体会真理，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这个呢非常重要能够呢这个顿入无生自见力就是可以称呼为大丈夫就可以称呼为就是大丈夫。然后呢秉慧见，能够呢我们到达顿入无生自见力就要有那一种这个慧见智慧就是我们有念头马上呢要把它斩断。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的念头怎么处理？各位先生，在生活之中念头来了怎么处理？
按照念头去做，转它，把念头转掉。可以说很多了哦。这个念头一来了以后啊，我们有的就照着念头做，有的呢就把念头转念，然后呢转念以后去做。所以我们在这个怎么样念头呈现了，怎么样去行持，那时候啊，我们都是要有顿入那个无声的知见力，然后要呢使自己呀就是进入那个佛的那个名号，那个大丈夫调御丈夫呢就是佛的名号，然后呢要有那个佛的那个智慧秉着慧见。智慧的那个见，斩断呢所有的不正的念头，因为念头会促成我们行为啦，所以从念头着手，念头不好了，马上呢把它斩断，不要使它呢占据我们那个脑海，占据脑海的话它会不知不觉促成我们行为，结果就造了业，所以呢一定呢这个大丈夫啦秉慧见。般若风息金刚业，这个般若，我们那个知见力无生知见力就是般若，般若是妙智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生发的妙智慧，所以不是我们落入后天从有形有相学来的，一定呢要把凡尘的所有这一些聪明都放下。我们般若才会产生那假如说我们不肯放下，我们是一些在后天所学的，那我们这个都用不到，它呈现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凡尘所知道所学的都去掉，那个老所讲的涤池咸来，洗涤干净我们在凡尘所听到所学到的一切，这样呢，那个般若才会呈现。那般若有了因为它是妙智慧，佛性生发的妙智慧，然后我们用佛性生发的妙智慧来关照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叫理，然后呢，这个般若妙智慧叫智，理跟智理智一如，理跟智合在一起。这样呢，我们在凡尘应对这个万事万物都不会过错，不会有业力呈现。那不造业就不受苦，所以这个般若就好像呢那个很锐利那个锋刀，般若风息金刚业，金刚呢是讲佛性本体，般若是讲佛性的智慧妙智慧。所以这两个一个是很锐利的那个锋刀辞掉斩断我们的那个不好的念头，那一个呢是烧掉我们所有的烦恼，从呢金刚焰金刚所产生的火焰来烧掉所有的烦恼。各位贤贤，我们烦恼从哪里来？我们的烦恼从我们的住相来，住在形象就起烦恼，事情来了，我们住在事情里面就起烦恼，所以我们用了佛性本体那个金刚，金刚火焰把所有的烦恼都烧掉，烦恼是假的，不真，所以呢，我们都不要住在形象，就没有烦恼。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运用，所以呢讲说，般若风息金刚业，要发挥金刚本性。我们金刚不坏之体每一个人都有，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呢，就是金刚之体，它不会被破坏的，是实以金刚之体。那么非但空吹呢外道心，我们呢这个般若跟呢佛性本体金刚呢，不但呢这个空吹外道心，那个外道就是心外起法，我们把自己
身体当成真的，把外面的形象也当成真的，这个就叫外道。心外认为啊，心外有东西啊，心外有形象，那个叫外道，已经在道之外。这样了解意思吗？在道之外，所以整个宇宙啊，都是我们真心是一体的，只有一个真心呐，没有外面的万物。那我们把心跟万物分成两个，那个已经在道之外。那我们心外起法，认为外面的形象是实在的存在，我们去取它，我们去认定它，这个叫做心外起法。这样知道意思吗？我们凡人都是心外起法了，都没有把整个山河大地当成我们真心，因为我们从来也没听过啊，是不是这样？都没有听过嘛，怎么会山河大地是我们真心呢？没有听过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是我们七法财里面的第一个闻，能够听到啊最上乘佛法，就是具备了大家呢要具备那个善，让那个善又生根，善根又成熟，才会遇到呢上乘佛法。就是历代的祖先都有积德，有德了，然后祖生呢他才有机缘接触呢这个最上乘佛法，都很不容易的。要了解说我们遇到呢这个上乘佛法，要听到呢很不容易，不要说做了，连听到都听不到。我们佛老师没有开这个心理心法班我们也听不到对不对？对。我们也听不到听不到说整个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真心佛性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是很难遇到的因缘要呢累积善够了才能够碰到才能够呢修持，真正的进入那个真理世界进入那个佛的领域我们可以进入要呢了解整个呢真理的状态所以呢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从呢佛性发挥的般若它还可以呢除掉我们的妄想然后呢金刚火焰可以烧掉我们的烦恼它不但呢空吹外道心不但呢让我们那个玩空的心都吹灭了，不见了外道心也消失了只要我们呢努力的研究我们就可以进入真理的世界。所以这边呢它不但呢空吹外道心造成呢漏却天魔党我们呢只要呢努力的这个修持那我们呢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会遇到的这个外魔只有一个，外魔只有一个剩下的都是内魔有4种魔性，各位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在凡尘那个烦恼欲还有识，这个3个是属于我们本身的啦。欲望欲男女之间那个欲望欲欲魔，然后烦恼，我们烦恼会让我们造了很多业然后生死的死这3个是属于我们本身。然后呢剩下一个4魔里面剩下一个呢就是呢外魔。那外魔各位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外魔我们只要认识我们就不会怕它了，就是怕不认识。所以我们在凡尘只要是我们那个最心在哪一个事项上面
那都是着魔了。比如说很喜欢喝酒的人呐、他就着酒魔了。哦，那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晚上呢都上网，那个什么魔？或许都讲，为什么他能够这个整个晚上不睡啊？可以上网，因为那个网络啊，它多少都会夹带一些色情，就是那个男女之间呐那一些表现出来的那个形象，多多少少都会有插播在那个网络里面的。今天或许都没看过了，这个是想象的啦。为什么会想象说有色情？因为那个才会引诱。假如说我们是很努力念书的话，都是正经八百，你会晚上练到天亮吗？早早就去睡了啦。那因为有色情在，所以啊，他可以啊，就是啊看到天亮。那我们众生的这个性命啊，也因为啊允欲而正性命，所以那个是我们的根源。隐喻啊，就变成我们人的根源。所以那个有不知不觉的诱惑力。所以很容易啊，就一看啊就到天亮，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啊，把身体都搞坏了。很多年轻人南部可能比较少了，北部啊比较多。北部的生活这个比较富裕啊，比较糜烂，对，南部比较单纯嘛，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呢被外谋引诱的机会啊，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般若，然后有金刚业，这样呢都不会了，不会呢去沾得到呢这个天魔，所以呢早晨呢漏却啊天魔胆，那个天魔啊被我们那个般若那个风虚啊金刚业啊，都已经呢吓跑了。只要我们发挥我们那个佛性本来的那个功能作用，那个天魔呢它不会来这个招惹我们。我自己呀迷失了以后啊，才落入那个天魔的手中，这样的意思吗？我们都很清醒的话就不会了所以这边呢他讲说早晨呢漏却啊天魔胆，那么正法雷极法鼓这个就是要我们呢正把那个佛法就是呢把它发扬能够发扬光大，能够呢正行能够呢有那个好像打雷的那个震撼让我们众生呢都不再迷昧，都清醒了会呢努力来修道都进入佛世界所以呢要我们能够呢正法雷，然后极法鼓把那个佛法呢敲响，这个呢都是在唤醒迷昧的众生要呢让众生呢都能够清醒。我们呢这个研究了以后都能够清醒我们那个头脑，让头脑能够了解到真正的我们追求的方向目标是在哪里所以呢这边呢告诉我们要这个正法的极法鼓要呢使我们亲朋好友都能够呢体会到呢这个佛法殊胜能够呢修道。不持淫虚洒甘露这个布就是呢流布广泛的呢让整个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都能够呢有那个慈雨，不会呢被那个炎热的太阳晒得很难受不持淫虚然后呢洒露
我们呢就是要了解甘露啊可以治百病，那我在平常生活之中呢，各位先贤，因为假如说我们看那个佛像的画的那个佛像，大部分会看到他是一手拿着那个净瓶，净瓶呢一手拿着那个柳枝，然后那个净瓶啊，他就会倒的画那个倒的都有水啊流下来，那个洒甘露呢在成凡，那个柳枝是要扫开我们那个迷雾让我们众生不迷昧，那个甘露洒到凡尘来，让我们能够治百病所以我们要接那个甘露就是我们那个舌头喙肌抵上颚，只要有你去想到的时候空的时候就把舌头抵至上颚，它会生口水，你口水把它吞进去，大概1个礼拜或2礼拜，你那个口水变得很干。开始的时候它还不会感觉说很好，可是你只要做1-2个礼拜那个口水就很干，很干你吞下去，你一直在做就是把那个舌抵上颚让它生口水，然后你就不用去买饮料，因为你一直在喝甘露。所以那个埔里的道亲有一个欧巴桑，他呢都跟人家很努力做义工他不管什么这个比较出众的那个工作他也都不拒绝，都去做。然后他从来都不喝饮料，也不喝开水，茶水都不喝。然后跟他一起做的人就问他说你是有什么功夫那都唔免啉水？然后呢，他竟然不敢教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见到后学以后，问后学说：“可以教人吗？”我说：“可以这个好事可以教人。”我都唔敢教呢。人拢讲我拢无啉饮料拢会问我在埔里道亲年岁很大了那就是能够实际的去做，就是舌抵上颚，然后口水生下来然后吞进去。各位先生要知道你假如说已经做了，它已经吞已经产生非常好的滋味足甘的足甘的你那个停起来你只要停止做一段时间，你再来做没去很奥妙。没去所以有的时候记得延续，继续拢直直做，容不容易舌抵上颚容不容易？喙齿甲夹倒去安就好伊就会生喙烂，喙烂就甲吞落去，很简单喙烂就甲吞落去，时时刻刻那个喉咙都会滋润喉咙滋润就不会咳嗽。然后我们那个肺肺部都得到营养又会比较健康。所以我们修道是要修的健康，去度人才容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去度人，那安尼很那个不堪稳那一种形象去度人，他会说买咧，我哪跟你同款安尼真爱。所以我们就是也要就是不一样度人的话，人家这个还没有开口，就会说好，我跟你去。像你这样我很喜欢，这样度人就容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一定是开口了你不讲话，你身都能够做得出来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有那一种力道
人家喜欢跟你接近，这样呢，度起人来就很容易。所以生活之中啊，有空我们就做，把舌头抵上颚，让口水生了以后啊，吞下去，它产生了很干，真的很很甜，就好像那个蜜，跟它蜜的，很好喝啦，你等它吞下去，对我们都有帮助。龙象呢，触踏，任无边，我们呢就是要像龙象，那个陆地，龙象呢非常大的那个体积啊，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那个触踏，任无边啊，这个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了解了真理以后，知道呢自己不生不灭佛性以后，我们呢要度化众生，然后要使所有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他也跟我们一样，能够呢进入修道的道路，能够呢成仙作佛，脱离苦海。所以龙象呢，触踏呢，论无边，诸论呢，这个没有边际啊，非常宽广。三圣呢，五性啊，皆行物。这个三圣啊，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三圣。那我们呢，有时候呢，就了解到我们呢，在这个所有的经典里面啊，它会有讲说呢，没有二三啊，只有一啦，一佛圣。那个呢，那个三圣就是循循善诱，引导我们比较呢，那个下阶层的往上，所以我们在所有的一些佛像不管是画画或是雕刻呢，它有那一种手势啊呈现。那我们一般呢，看到呢，大概都是这一种手势啊。各位有没有去注意那个佛菩萨的那个手啊，手指啊？各位浅浅，这个叫做菩萨法。菩萨法有的说 OK 菩萨，因为好像OK 后面的像一个 OK， 这个是最上圣的啦。我们凡尘几乎没有看到这样雕刻的。倒是高雄有一尊，不是在寺庙是在医院。一家那个医院里面我说那我这个菩萨雕刻这样的，就那个菩萨。然后这个呢叫做上圣法，心理心法就是这样。我们呢求道以后我们到我们那个佛殿看的时候很多都是这样。这个是上圣法，这个叫中正法，中正。这个呢叫下圣法。所以我们在那个海边的那一些渔民他们的那个程度低那个寺庙都是雕刻下圣法，要适应这个地区众生的根器所以他雕刻就是下圣法。假如说这个地区众生的根器都不高，你去雕刻一个上圣法，那这个佛没有人拜因为跟他不相应，一来拜无保庇，要雕刻那个下圣法，所以那个海边的那个寺庙都会雕刻这样。那一般的寺庙就是中圣法，这个下圣敲打内唱，中圣呢速流动静，那个速就是法术而发出的，流就是观天文地。动静就是打破了，这个上升是性理心法，那这个是菩萨法，那个是成就了，已经都成就了，所以很少雕刻这样我们台湾或许说走那么全省走透透，只有看到一尊而已，看到一尊OK 菩萨，就看到一尊，不容易的。那个也很少人雕刻，有的话这样就很不错，有的会这样，就是那个
上圣跟中圣一起，根器众生的根器比较属于上等，就这样雕刻，那以后我们看就会知道了。看看这个是这个鸡的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器？你看那个寺庙他的手是雕刻什么样的那个手势，以后就会写了，就表现在那个手上，所以这个三圣都是举善诱，要引导他走到一佛圣，就是要他成佛了。那成佛那个下的根器不够，先用敲打念唱把它引导，然后引导到中圣速流动静，引导到上圣性理心法，然后就成就都成佛，都是循循善诱，所以这叫一佛圣。那三圣它是实际的现象之中去做，那一佛圣是它最终目标，要你成佛。所以呢那个三圣五性就是呢定性，定性的声闻，定性的缘觉，定性的菩萨，然后呢定种性，不定种性呢就是还没有固定在哪一个层次啦，然后呢那个一个最糟糕的就是呢无种性，无种性就是一忏提，它没有那个佛性的那个善心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定性，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把自己各位先生，我们把自己固定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们固定在众生不是吗？还是固定的菩萨？我们把自己的性定在哪里？所以我们都叫不定种性，还没有固定要哪里，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修那个苦集灭道，他们都固定就在声闻，就是阿罗汉，然后缘觉就是必之佛，然后菩萨呢就实地，那个他们都会有固定他们自己的那个身份地位所以佛才会讲对那一些把自己固定在那个声闻跟缘觉他说焦芽独善其身不想兼善天下，所以会把他们定在那里。所以那个舍利佛那个十大弟子他们都会哭说我们竟然没有办法踏入那个菩萨的实地所以他们把自己固定定性在声闻。后来那个舍利佛他就被那个8岁的龙女辩论以后他就变化了，他就变不定种性。我嘛无爱定伫个声闻，我会使行入去菩萨迄个内底。所以不要把自己固定化。各位先生，要把自己固定在哪里？对啦，固定在佛啦。我们就是佛，本来也就是佛。落来凡间呢六道的太久了，袂记哩忘了。本位我们本位就是佛。咱就要在本位。要倒转去本位以前爱甲咱遐六道轮回遐业债拢害切好补欠等于这样清净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有力道的时候赶快回光返照，然后呢遇到什么因缘我们都欢喜心，就好像我们第一次唱的新年，我们现在台北各个研究班都唱那一首歌，我们这边有没有唱那个新年我用真心对待每一个因缘，那个是我们国老师奏的曲跟词里面都很好我们现在都在唱这一首歌。
我们有时候来也不好意思哦，一直放那一首来唱，哎，所以呢，这个三圣五性啊，这个醒悟啊，都能够清醒呢，过来都能够呢，体悟到，我们都本来啊是佛，本来都可以成就的。那么雪山回逆呀，更无杂，这个雪山回逆呢更无杂，这个在讲，我们那个佛性那个周遭的环境啊，那个雪山回逆啊更无杂，讲我们那个灵山就是呢佛性的那个居住的地方所在，那个呢这个回逆杂，存出呢醍醐啊，我常那，都呢这个出醍醐，这个醍醐啊就是牛奶的5味之一啊，最后的第一味就是牛奶，然后第2味提炼12杯的牛奶提炼成1片的乳肉，那个呢第2味啊叫做乳肉，然后第3味啊叫做生酥，第4味呢叫做熟酥，第5味啊叫醍醐，所以提炼从牛奶提炼到这个醍醐啊，已经是经过这个很久，而且要很多的牛奶来提炼才会成那个醍醐，所以醍醐可以治百病啊。那或许之前那个常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个经，看了很多以后，或许这个异想天开啊，到那个市面上去找那个醍醐，因为它可以治百病啊。我说我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出生呢就先天不后天又欠条，就身体啊，这个很差劲啊，所以就去找醍醐。然后那个大卖场说：“你是要买酱油吗？”我说：“不是呢，是牛奶提炼的呢。”他说：“牛奶提炼的，我们台湾只有做到乳肉。你要买醍醐，可要到印度去买。印度那个释迦牟尼佛出现的地方，才有做了。”我说才提炼到第2，他说第2就已经很好了，所以各位先生，那个乳肉，真的很营养，肠胃不好你可以吃看，肠胃马上好，不过很快发胖，要减肥了就不要吃，那个醍醐那个乳肉第2位啊。去买的时候，我还问那个他怎么吃？一片一片啊，我说怎么吃？他说你可以夹在那个早餐的时候啊，有那个面包再放在那个面包中间他就这样吃。他说不然你就直接吃就可以啊。我说直接吃也可以啊。他说对，可以。我回去真的把那个籽就拆下来，就直接吃吃看。也不难吃啊，干干，是有一点咸咸，不难吃嘞。有时候一段时间或许还真的异想天开都不用吃3餐，吃什么？所以我出门就带乳肉。一段时间他吃到后来说。不行嘞，怎么一直胖起来啊？一直发胖嘞，吃的是很少啊，怎么一直胖？他才停下来，不然那个乳肉还可以整理我们那个肠胃啊，肠胃好吃一吃会很好。所以存出醍醐啊，我常那。这个有家大师啊，说从我们那个雪山回逆啊，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然后呢生发出的那个般若妙智慧啊，我都能够去应用它，
所以在凡尘啊，我都能够把那个佛性的般若妙智慧啊，我都能够这个称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了解佛性以后啊，那个般若有了，来处理凡尘万事万物啊，那更是理想。这个我们礼拜四在板桥啊，那有一个前贤，他也大概这个听信心法，之前呢还不是听或学讲就有6年，听或学讲大概也有加起来就12年了。然后他在讲他的那个心得啊，那个我们刘讲师都一直要我说在这里讲，我说这个因为那个跟我们这边就是大家都还不熟悉啦，就是之前呢都没有听过，那我们在这边也没有提过那一些事，所以会比较生疏啦，所以或者说还不太时机不成熟了，讲也不太成熟，刘义金刘讲师说，那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向心啊，然后比较有力道，实际去做，因为在板桥醒事有一个理解，他就是听了以后就实际去做，他呢就是很单纯在电子那个工厂上班，电子工厂上班他就真正的就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他讲，什么事都是以佛性为重的，只要是违反佛性，他就拼死了。所以时时刻刻呢，就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对佛性的认识啊，因为他毕竟也加起来有12年的时间了，算蛮长，所以他用佛性我们是用身体来指挥动作，对不对？我们辛苦讲手叮当的手叮当，头叮当的头叮当，他竟然用佛性他们那个电子工厂这个中间有休息20分钟他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他用那个好玩的心讲好佚佗，这个咧他把佛性命令。讲辛苦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不是身体要动作了，叫佛性动作。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所以我才说要说嘛。人的佛性遐奥妙，伊竟然甲用回家来。他说真的你不要身体去动作，只要你意念指挥，就是指挥佛性了。说身体向前，他一概就直直向前了，向后，向左就向左，向右就向右。我讲我的佛性和你边啊呢。不过我们只要说能够那个信念到他佛性可以指挥我们那个身体动作，一定会很惊讶。哪样呢？佛性竟然有法度我身躯拢卖叮当，甲佛性讲，佛性叫伊做啥，伊就做啥，就那个样子啦。然后说那个第六感很强，是不用说的啦。就是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他都事先都知道。他之前他是有向我讲过伊那一下灵敏。我有跟他交代说，你不要去炫耀，炫耀以后会有很多那一些看不见的会来要求你帮忙，那个时候就不好了，所以不要炫耀。所以他就自己默默的做，然后他说那个第六感一直越来越灵敏了，就是等于是。还没来的事他事先都会知道。我说那个是佛心的功能的很小的一点作用而已我们那个很大的作用不只有这样很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虚空之间的所有风土啊集成形象，那个叫千百亿化身啊。那若集成形象的时候啊，我们假如说想看小白兔啊，我们就可以集成啊一只小白兔，然后在地上跑。这才真的真的你能够发挥到那个佛性的一些功能作用出来，那个才叫我们真的要努力的方向啊，对不对？光知道有什么用？我说你不要知道，它事情也会到了，是不是这样？不过只要我们肯用心，时时刻刻回光返照，跟佛性无关的事啊拼除，绝对各位姐姐，绝对你会自己体会到很高兴的啦。晚上同学都讲，你盖的棉被都会偷笑，绝对。那我假如说没有正确的方法修持，那到事情一多啊，你盖的棉被唉声叹气啊。为什么？做不完。事情太多，做不完。有点不甘愿不行。无甘愿要做，佫袂使，佫爱做。就不是我们真正的修道的轨道。那我们修道的轨道是非常高兴的，自由自在，够发挥啊，那个不生不灭啊，那个真心佛性啊，整个都能够发挥得出来，可以利益众生，而且可以利益到众生的九贤七祖，那个才是重要啊。所以呢，能够呢，这个存之醍醐啊，我常纳，性呢，圆通啊一切性。所以只要呢，我们了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呢，我们就可以啊，圆通啊所有的一切性。那么一法遍含呢一切法，我们这个一法，就是最上乘的这个佛法，可以啊。遍含一切，所有凡人的一切法，我们呢都包含在我们一法里面。在我们呢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这一法里，可以一法遍含一切法，一叶呢，普现啊，一切水，一切水叶啊，一叶色。所以我们了解说，天上的月亮，那个就是在形容。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呢，只要天上的月亮在，那底下有一滩水，那一滩水里面就有一个月亮千江有水啊，千江月，那我们了解那个一月啊，就是本体，然后千江有水千月啊，就是功能作用，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有那么多，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千的月亮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啊，那个月亮都是天上的那个影射下来的，它假如说被乌云遮住啊，所有千江的月亮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天上的月亮代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底下呢，所有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个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并不是有意啊这个洒落到千江，没有了。可是只要你底下有水，天上的月亮，自然就呈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啊本体只要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在，那所有的功能作用它都自然而然呈现显现出来在整个凡尘。那我们一了解以后原来这个万法就是啊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个所有万法都是从原来的一夜一个月亮产生的，从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产生所有万法，所以万法归一啊，归到我们佛性来。那我们佛性呢，包含所有万法，
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已经讲到比较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凡尘啊，很多呢，我们都认为是跟我无关，原来是有关的，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呈现，所有的山河大地啊，也都是我们佛性呈现。那我们比较粗浅的那个角度来看，你怎么知道山河大地？知道的是谁啊？佛性，所以是佛性呈现。所以呢，一叶呢片一切水叶一叶色，就是呢告诉我们，我们佛性生不灭呢，可以生化万法，万法呢归到我们佛性本体来。知佛法身呢，入我性，这个知佛就是呢很多的佛。那我们那个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呢，叫做法身。各位贤贤有没有法身啊？有了没啊？启发了没啊？愈讲才愈无力，愈讲愈怀疑啦。我敢有，是不是这样？有一点我告法师都会不敢肯定啦，所以各位贤贤，因为我们万年放下的时候一念不生，那个觉很宽广，宽广到无量无边呐，所以这个没有形象的那个觉我们称为法身，称它叫做法身所以以法为身。所以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的法身，这样知道吗？要有信心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要知道哪会叮当目睭哪会看啦迄都是有法身有法身咱的身躯咱唔才有法度有这个动作所以要有信心。有了没？一定要自己认识原来我的法身就这么的广这样大所以呢，知佛的法身呢，入我性所有的佛知佛就是很多佛他的法身进入我的佛性，因为十方知佛同一个法身所有的空间都是一个，没有分别啦所以佛能够证悟没有分别，所以成佛了。那我们有分别心所以成众生只要我们到哪一天不分别了，我们哪一天也成佛了。看看我们哪一天肯放下分别心，都一天轻来放落来。哪一天肯我们在家里生活的时候，你看那个婆媳肯不肯放下？肯不肯？他会说我这个多年熬成婆，不肯放下所以这个女人带女人女人找女人麻烦这样好不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本来就是要放下所以只要你全部能够放下，没有分别心的，就成佛了那我们分别心还很浓的时候我们还当众生只要我们慢慢接近一直不分别，一直少分别，分别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越接近了活菩萨了。所以知佛的法身呢，入我性所有那个佛的法身呢，进入我的佛性，我性呢同共呢如来合我的不生不灭佛性同共呢如来合
是相合的，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呢都会认为啊，他是他，我是我，所以合不起来啊。所以六祖才会讲说外面没有佛啦，我们又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讲，那就是妄言，有没有？六祖跟我们讲说，所以佛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自身，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可以看到，看到那个没有形象的在指挥啊，我们这个身体，那个没有形象的那一个，它就是佛。我们要启发自身的佛，然后呢，跟我们自身的佛很亲切的在一起，这样我们的那个行为啊，就符合天理，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就解脱了。这个是理想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呢这个做到。那么一地啊，具足一切地，这个一地啊，就是我们的心地啊，这个一地，只要我们心地啊，这个良善，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地啊，能够生长万物，对不对？我们的心地啊，可以生长万法。我们希望它生出什么法？佛法，最理想的。我们的心地啊，都生出佛法，成佛的法，都使众生呢，能够成就。所以一地呢，具足啊一切地。我们的心地啊，只要都能够呢，利益众生的话，那呢就会遍地开花，就会很理想。灰色灰心灰行业，就是我们这个心地它不是形象灰色，然后呢灰心它呢不是呢那个意识，那么灰行业这个身口意啊那个三业，所以我们了解在讲这个这个一地啊具足一切地它就已经呢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性啊，那个即心即佛部分所以呢这个灰色灰心行业这个色啊就是形象心呢就是意识不是形象不是意识，然后呢行业呢就是身口意啊三业，不是呢我们在行的这个三业。那么弹指圆成啊8万门那个弹指啊非常短的时间就是我们手指这样一弹出去啊，弹指就能够呢圆满的完成8万门。这个84000法门啊，我们都已经圆满达成了，因为我们呢已经具足啊心地具足一切地啊所有的那个知佛呢法身呢入我性，然后呢我性啊同共如来合所以弹指就圆成了8万门。这个84000法门呢，我们都圆满的这个达成了很难得讲慢了，翻过来。刹那灭却三起觉这个刹那之间啊就可以灭掉3个阿僧祇劫啊那个阿僧祇劫呢时间啊我们这边有讲过非常久，对不对？一劫的时间呢有1600多万年非常久那个3个阿僧祇劫啊，我们各位同学还有印象吗？有没有？那个阿僧祇劫啊，有印象，怎么算都还知道了有没有？好像又感觉一脸的茫然。我们再稍微简单的说一次把那个阿僧祇劫啊跟那个一劫的时间稍微了解他说我们人类平均的寿命啊只有10岁啦。为什么？因为人心很恶
地生长的东西啊，虽然可以养生，可是也杀生，有毒啊，所以10岁就死掉了。然后饿到极点啊，就返回了想行善。那行善那个变化也不是很快，它这个每100年才增加1岁，然后一直增加到84000岁，是我们人类寿命的顶点。然后那个时候又是善到极点又开始作恶，又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只有一增一减，叫做一劫。减，那一减回去的时候，计算机还可以算，可是再接着下去一劫在个位数，20、100、千万，或者挪由他，挪由他一数目啊，那一个挪由他都已经1000万了，啊，你起码挪由他又是个位数。个10、100、千万的挪由他或者加他，加减乘除的加，你有他的他了，加他，然后呢这个个位是个10、100、千万的那个加他叫做频婆。苹果的苹啊，婆婆的婆，频婆，它又是个位数个10、100、千万的频婆，叫做一个2增比劫，安尼偌久，是真久所以或许看到那个佛经释迦牟尼佛说众生啊，毕竟成佛，看到就很高兴，后面都加一句话。经过3个2增比劫，哇，花花起来，看到头一句欢喜啊，看到尾一句讲爱遮久这么久可以成佛啊，那真的太苦了所以我们现在有顿教法，我们用从凡夫地啊，直达到佛地，安尼较紧啦，所以袂负啊。那个3个2增比劫没有啊，所以我们修那个顿教，马上到佛地所以这个刹那灭却3起劫，刹那之间就把那三个2增比劫那个罪过拢灭掉啦，高不高兴？所以刹那之间就已经灭却3比劫，就3个2增比劫的那个罪过，全部都灭掉了。那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呢？就是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实际已经进入了就可以灭却3个2增比劫的那一些罪业。那为什么这么殊胜呢？因为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没有形象，所以不用经过那个实际的那个现象的时间因为我们进入没有形象的佛性本体，所有的一些罪过有形有相都化不掉。卡不住了。那一方面呢，我们又可以除掉所有的念头，不起心动念，所以真的就清清净净达到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原始状态。这样了解吗？这个没有努力听会这个被催眠的，这个很像在催眠一切呢数据非数据这个数，我们就是了解这个一切这个数这个法相明眼，就是呢我们那个明眼法相手一切手
我们在凡尘呢，全部呢都是在树里面啊，咱拢伫迄个金木水火土啊，五行运转，啊，拢伫迄个气手来被那个气数啊都绑住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有时候为什么算命的会算得准？因为算那个气数。说你这个什么时候出生的，然后遇到今年什么年岁啊，你就会怎么样啊？那个都是数气数手。所以我们了解修道啊，只要你心空啊，手都把你袂掉，了解意思吗？只要你心都空，你住相的很容易绑啊，就一个都绑掉啊。你一空了我们绑空能够绑得住吗？绑不住，所以心空最重要。你一心空了那个外准的算命，给你算都算不准。为什么？因为你心空了，所以他算不出来。你心不空很容易算的屈指一算都算出来然后我们心空了，算不出来。所以修道就是时时刻刻保持心空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呢，都在佛性本体之中那个时候空。虽然它会生万象，我们不拒绝它可是我们本身不起心动念，这样对吗？一切这个事具那个具就是对那个事物的来做呢道理上的阐释那个具。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具名具，然后文，它都有那个内涵那个名就是名相那个具就是一句，然后一句呢，我们就是追句里面它有什么含义把那个含义也能够阐释，那个叫句然后一切的事具非事具，就是我们不要落入被那个名跟相绑起来。我们常说不研究的话，很容易被那个气数绑住了。怎么样我们都叫气数在行持。那我们一修持了以后，进入真空，真空呢气数就影响不到我们，我们会超越整个气数。我们又超过时间了，本来要15分给各位问只剩下12分。各位有问题吗？好，请说。刘讲师好。好。因为刘讲师都常教我们说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可是后学在体验的过程是万年放下，一念所学。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有违法？那能不能从一念所学到一念不生？可是当一念不生的时候，又好像什么都空掉了。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后学看佛经，他说菩萨到佛到成佛好像有分46阶还是64阶。那这个部分，像六位菩萨、不修行菩萨、无始菩萨，他们的位阶又是怎样的划分？好，请坐。这个做呢，这个万年放下到这个一念所学这个可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把它分成2个法来修。要一念所行就不要做万年放下；要做万年放下就不要做一念所行。因为了解到这个所行的动作它是要我们集中精神就是把我们那个佛性进出身体的门户就是使它畅通使它都能够这个行止无碍。那跟我们要做万年放下那一个想追求的那个目标不同。我们想这个做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是要启发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那个已经是超越我们佛性的门户了。所以不做一念所学，要做一念所学，就不要做万缘放下，就不要去管万缘放下。所以我们要做万缘放下的时候，就要记得就是万缘都放下，不要有一个缘来攀住我们，什么缘都要，因为什么缘都不要的时候，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本体才会呈现。你在做手闲的时候不见了，我们这个那个佛性本体不见了，已经没有了已经呢，你要佛性的功作用，你不是要本体的，所以这个时候它不会呈现。那我们要做万缘放下，就不用别的缘一定是要透彻万缘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是在培养我们佛性能够出现，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它的轮廓，能够呢知道它的状态那个真的是要自己细心体会体会到那一个觉那一个觉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成佛的那个因地心我们成佛就是这一个在成的所以要很慎重的来对待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呢这个做一定呢要有那个内容要十分的透彻了解，不能同时做了不能万缘放下一念所现，也不能做万缘放下跟耳边圆通，不能同时做，一定要分开。你要做的时候一个就好，一个法门就好，专注在一个，它才会有成效出来。然后那个第二个问题，从菩萨然后到佛地它是从初地一直到实地，然后实地叫做等觉，然后等觉了以后，等觉以后叫做金刚后心。那我们要了解到开始修持的时候呢，先得到金刚初心，然后金刚后心以后金刚后心以后还要经过实性实住实行实为相释迦行，然后再经过实地，然后才到达妙觉。所以它经过的位阶我们一般也都社会也都不这样讲，都讲到实地以后就是等觉，等觉过去就是妙觉。这个呢是简单的说法，因为我们就很少修到菩萨实地等于是说了也没用，就不讲。可是呢，你真正的到达菩萨实地以后，就进入等觉，然后等觉那个时候才叫金刚后心。那金刚后心以后，你才开始真正的踏入真的修道轨道，要经过实性、实住、实行、实为相、释迦行，在实地，然后才进到妙觉，才成佛然后我们一般都没有这样说了，我们这个社会没有这样说，或许看的佛经比较多才有去看到这一段。我说那个点到头个倒转来，就是对。那个开始修的时候叫金刚初心，初级的。然后你到实地菩萨等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叫金刚后心，一个初一个后，然后从后心修的到达等觉以后才妙觉，才成佛了。不是说我们实地以后就进入妙觉。所以我们看佛经有时候会看到实地菩萨呢还会退转。我们普通都看到八地不动那个不动地的时候就会退转的。那个是对我们一般社会来讲，那对真正来修来讲它又有金刚后心，
那金刚后心修的那个还是一样位阶，可是不一样的程度都不一样的，跟那个出发修的都不同。我们了解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要透彻的去知道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那个原始状态我们要去摸索出来，那个才是重要的。不然我们会住在名跟相，因为我们到什么位阶就是会住在那个位阶住在那个位阶我们自己叫定性自己定自己，然后画地为牢，就进不了了。所以我们了解说修持有一些过程，可是你成就了以后到达目标都是一样的。那一样的我们就可以从入地，可以直超。可是要有那个条件你要直超，就好像我们走楼梯有的赶书那个2步就走成1步，有没有？2站做1站行，有无？你若无够起来，你有法度无？还是要1站1站行对无？你赶时间我2站安尼一直跳一直睡觉对无？有本事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要有本钱我们要有那个根气你才能够到达那个真正的那个目的地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有时候我们就要想说，各有因缘莫羡人，不要羡慕别人各有各的因缘所以各有各的事情要去办。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道场一些很熟识的人已经归空了，然后呢这个老母有封他一个果位有一个果位，那个一样就是循循善诱那假如说他在世假如说我们对他个人有蛮不同的见解，然后看他的封的果位很殊胜很高，各位先生会产生什么念头？我们会产生什么念头？绝对有了，我们绝对会有念头。所以你看让我们产生念头在这个时期适合。这个时期赶快普度众生要如何修，那个放在其次的问题，不能在这个时候使人退心。你心一退下来你再怎么样去欠都欠不转了，欠不回来所以是要循循善诱，这样懂意思吗？就是要循循善诱那我们自己修到什么程度自己最知道，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脚踏实地回光返照一步一脚印，切实实的修绝对会有成就的。还有2分钟，还有问题吗？还要问吗？可以吗？可以回答，可以接受吗？可以好。剩2分呢，没人要问有没有？好，请说。刘产生好，各位大家好。而且我们问这个问题就是方式问。没关系你说。而且想问说，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模拟宝珠。可以。那个感觉是不是像电影一样，然后又像磁铁异性相斥那种感觉？好，请坐。各位先生，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模拟宝珠。那我们要去体会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有办法这个对所有事情都了了分明？我们要知道说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的。那身体的本身它并没有知觉性。那我所有的知觉性都是模拟宝珠
它发挥出来。说这样呢，各位先生对模拟宝珠有没有认识一点？都是模拟宝珠它呢发挥出来，让我们能够不管这个视听联动啊，都能够很如意、很自在。那个都是模拟宝珠的作用。那我们要体会更深入的话，就时时刻刻一定要回光返照，不要精神外放。我们精神外放被社会引诱，被社会引诱以后我们就放掉自己的那个模拟宝珠不管，就不管它了，放着不管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已经是在应用模拟宝珠了，不用再特地去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把它呈现。那只要我们肯按照呢或者说够万年放下，然后体会那个觉，在这一种过程之中各位也可能会发现见到那个很殊胜的一些境界。可是你看到不要住相了，有时候会看到自己的那个佛性的光，那也不同颜色啦，有的看到黄的，红的，绿的都会有，你发现那个是帮助你说你的修持正确，这样就好，不要去住相。然后看到天堂也不要住相，就是让它自然够了就好，你就尽量就是能够万放下，不要去攀岩，攀了岩佛性就不见了啦，所以模拟宝珠在那个时候它会越呈现它的功效。这样了解吗？我们下。或者看到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生给或者机会谢谢。所说的完全都是从经典从真理出来，没有说自己去妄想了以后就把它讲。从来没有这样子，所以会写很警惕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一些注解经典的这一些圣贤们，他们都讲，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那或许很怕落入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所以呢，我们就是呢要互相勉励的或者既然有这个相呈现呢，他自己也会警惕所以呢，在这个讲的过程就是呢尽量避免落入那个生灭。都讲的都是实相，让我们其实从心底会产生对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这个说通即心通如露处虚空，好像呢这个太阳处在虚空，所以我们呢说通心通了以后可以说已经全部都了解真理，心都没有黑暗，好像太阳那么光明，然后呢就在虚空之间没有住太阳在虚空之间没有住相。各位想想，太阳有住相吗？那我们就是要像太阳一样，处在虚空不住相，它确实存在
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说，不要有黑暗面，都是光明。因为太阳啊，表示我们般若妙智慧，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呢，我们呢好像太阳一样，处在虚空，很理想的状态。唯传见性法，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真理了以后，我们呢要告诉人家的，要度人求道的，都要传这个见性法，能够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要说把他带求道就不管他了，他要怎么走该去听。我们以往不是这样吗？有没有引导说你爱怎么做才可以成佛？有没有啊？有没有那样做啊？他算度人吗？算不算？这个送佛不是要送到7天吗？我们都不把人送到7天呢，我们自己都不会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不是不度人，而是用就近的度他就是要他成佛。那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知道怎么成佛，才可以度人，才可以使别人也成佛。所以我们呢这个要了解说为传这个见性法。然后呢，这个出世破邪宗，这个出世破邪宗这个分成2个角度来说，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出世，就是要离开苦海。那要离开苦海我们一定要破除邪宗，就是呢不正，那个邪就是不正，歪了，邪了。不正的宗呢，就是我们追求目标那个宗旨，要破除我们心里面那一个正确的念头，我们所有的见解不正确那个我见要把它破除掉。我们破除了我见才可以离开苦海，才可以出世。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呢，要离开苦海出世，世间就是凡尘，出世就是已经离开这个凡尘了，所以我们要离开苦海就是出世。那怎么样能够出世呢？就是要破邪宗，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那个见解都去掉。那什么样的见解算不正确呢？就是我们6根对6尘产生6识，那个见解不正确，那个是因缘际会才有的东西，都会随着外面的景象改变，所以那个不是我们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把它认为是，这样就叫邪宗。我们破除它，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不是说出世破邪宗都要教人修法，别人都唔对我们要钱变过来，不是那个样子的那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呢到达佛地了，已经呢可以成就了，然后我们要度化众生，也使他成佛，所以呢视现在凡尘，这个时候出世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就已经视现在凡尘。我们呢都是佛菩萨来示现，我们本身呢都是佛菩萨，所以呢我们要带领所有众生都成佛。那众生呢观念不正确不会成，所以要把这一些呢不正确的观念告诉他们，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各位先生，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不是有讲过吗？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就是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生发的那个直心那个就是我们要用那个是正见，
正确的知见，也就是佛知佛见。我们用的佛知佛见呢，就可以脱离苦海。这样会的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努力来学习。这个真理世界它不会变的，万年前、万年后都一样，不会变的。经得起考验，经不起考验的变来变去那个是世心，是生灭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的是不生不灭，常住的，是如如不动的，是佛如来。一定呢要有高超超脱这个苦海的那个心智，我们呢要坚定自己的意念来完成。华即无顿见，迷悟有持己。这个佛法没有那个顿见，顿就是从凡夫地一下子到佛地那个叫顿，很快。渐呢就是渐修，渐渐的修，慢慢来，渐渐的修。华没有顿渐可是呢，我们凡人我们众生呢，这个迷跟悟就有差别。我们众生一迷了，千山万里隔跟真理隔了千山万里。我们一领悟了，就到佛地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领悟跟迷昧差别很大。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就叫迷，因为已经无明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所以时时刻刻呢我们都没有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假如说呢，我们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时时刻刻呢都在觉，保持那个觉，有觉的时候不会起心动念，不会起心动念呢，我们就没有偏离真理的行为。所有的行为都跟真理相符合，不造业不造业也就不受苦没有那个苦果，没有果报让我接受。所以解脱一定要自己努力自己了解真理，自己时时刻刻呢回光返照使自己的心眼清清净净。这样的话呢就跟佛都一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差别。我们所有差别就是我们迷昧了，所以才起分别心。分别心一有了我们自然落入六道轮回我们把分别心弃掉，凡尘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真心佛性，不用分别，这样呢就回到如如不动的真如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呢就要了解说，这个迷悟就有持己。那个持就是很慢你要领悟真理很慢，那个己就是很快，领悟真理很快。所以各位贤贤，假如说我们自己对真理一点认识也没有，而且一点概念也没有，那表示我们障碍多。那为什么障碍多？就是没有行善事好事都不做，没有累积那个善的因缘，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开。那我们也要累积就是行善，帮助众生，努力的去做，然后又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智慧会开，然后对真理的那个领悟就会比较快。一领悟真理以后进入真理世界，跟佛就没有两样了。一定呢按照这个方向来追求。住相相都是无常变化，很快呢它就变化了相都已经变了，我们还住在旧的形象上面所以我们就是很愚痴就是不聪明
没有发挥啊，我们佛性所具备的那个妙智慧，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要用，最好呢，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的第1分显现的那个样子，完全都没有一个我相，我的什么身份地位啊都可以放下，那个都是假的啦，不真。所以呢，我们放下身段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放不下身段苦了我们自己呀，我自己受苦了。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有那个我相在的话，都很骄傲了，免不了的骄傲。所以我们不要培养骄傲，不要培养嫉妒，那个呢都害我们的，都不要有。我们马上知觉马上去掉。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做，只要都没有我相了，然后呢，这个修法，我们呢就修最上乘的佛法，就是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呈现的都是真心佛性，那个法执也没有了，然后努力在修，非法也没有了，这样整天都很想，只要你肯一段时间这样行持般若妙智慧一定产生。那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就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很圆满，轻重缓急都分别得很清楚。直持见性门与人不可稀都只有这个见性的法门。这个愚昧愚痴的人他没有办法，那个稀就是熟悉之道，就是不会知道，愚人呢不会知道。那为什么会变成愚呢？就是迷了很久，都不知道呢这个布施帮助众生，都不知道呢自己能够努力这个行持，自己努力积善。我们呢这个生死得本，这个本钱那个得的本钱很够那个功都上呢才做得上去不够本钱呢做不上去的。收集虽万般，合理呢还归一。我们在收的时候虽然呢有万象有万事非常多。收的时候有万般，可是呢，回到真理的时候，合真理的时候还归一归到一，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归到一，一就是道了，所以知得一万事毕，万事呢这个万业都毕了，烦恼暗载中呢，常息生慧日。这个烦恼暗载，就是说我们身体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烦恼的暗载，很黑暗的房子这个烦恼的暗载，常常呢需要生吃那个智慧的太阳，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呢，那个智慧就好像太阳一样，可以照破黑暗，所以那个。佛呢曾经这个跟那个舍利佛讲，说有1000年的暗示1000年那个很黑暗的房间他说我在这边已经居住有1000年了，所以我不愿意离开。问呢舍利佛，可不可以不离开？可不可以？只要你点灯，他就离开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我们启发般若妙智慧那个烦恼暗载全部都不见了，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他不管在怎么久的愚痴那个这个迷昧都没关系，只要你一点灯了，般若妙智慧一出来了，那个黑暗都消失了。伊无爱离开嘛，爱离开啦。你火甲点落迄暗就拢走去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把心灯都点燃，
照亮所有黑暗，让所有黑暗呢都变成光明，拢已经真光啊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的烦恼暗载就在身体里面啊，时时刻刻啊都要有般若妙智慧，要产生啊我们的那个般若妙智慧，把那个心灯啊点亮。会不会点啊？会不会啊？对，会了就好。这个就是转念啊，只要我们一转念，转到正面的、善的，这个就叫心灯啊，心的灯啊已经点亮了，黑暗都不见了，自己光明，别人也光明，那个很响。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迟。六祖呢就讲说，我们那个邪不正的那个心念来的时候啊，烦恼就跟来了。不正的心念来的时候啊，烦恼就跟着来。然后呢，我们正确的念头，是正见、正知、正见，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出来的那个正知正见正来，烦恼就除掉，没有烦恼。所以很理想。我们呢自己本身呢努力。那么邪正啊，既不用，清净啊自无疑。这个两边啊，邪正呢，我们全部都不用，把它呢这个抛开，邪也消失了，正也消失了，全部都不用了，就回到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呢，能够清净。我们先从呢那个心念清净开始，一清净了以后啊，到无余涅槃，没有剩余啊，全部都修光光了，所有烦恼枝叶不见了，已经呢进入无余涅槃。菩提本自性啊，起心啊即是妄。我们菩提啊本来就是自性，菩提就是觉啦。我们自性啊，时时刻刻啊都能够觉，菩提啊本自性，起心，我们起心动念啊，即是妄。那可见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妄，以为呢是正确的，所以呢才会让它毫无忌惮的起心动念。那现在知道啊，起心啊是妄，就不要。不要让它起心动念，要起心动念呢，马上觉，这样呢，我们那个觉，时时刻刻都在，所以严照啊清净觉相，这样就可以永断无明啊，方成佛道。静心呢在妄中，但正啊无三障，所以我们呢清净的那个心啊，在妄之中。所以各位贤贤，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头啊，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不是敌人啊，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差别在我们把功能作用啊当成本体，差在这里啦。那我们只要知道它是功能作用就好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静心呢在妄中。我们呢清净的那个真心啊，就在呢虚幻不实的这一些妄的现象之中，所以才有那个普愿禅师啊，若人见妄本来真，知道这个意思吗？不知道，或者在解说，因为我们修持啊，了解到。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因为有佛性佛性它这个虚空无相，不拒绝思相发挥，它没有形象，可是所有的相啊要发挥出来，它都不会支持不会阻挡，所以我们了解所有虚幻这一些相。是不是从佛性生发？对不对？从佛性生发这一些相，甚至连山河大地啊，也是我们佛性生发。
那这一些相都是从佛性生发。那我们就是把它认识到，它是佛性生发的，不是外物，是我们的真心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若人见幻本来真，本来就是真心佛性。是则名为见佛人，你已经见到佛了，讲懂意思了吗？有没有一点懂的？一点点就好了，不苛求，一点点就好。所以呢，我们呢，只要认识真理，知道呢说真理的世界这么宽广，它虚空没有形象，可是不拒绝所有的形象发挥。所有形象都是因缘际会，缘聚则生缘散就灭。所以万象是从无而来，从无有，从有又归于无，对不对？都是这样自然的构成它呢，佛性不会拒绝。你要呈现现象的时候佛性不会拒绝，不让你呈现。你呈现这个不会长久，只要落入形象，它使以本身就使以生住异灭，一定生灭。所以有相有生一定有灭。所以归到后来又归入佛性本体回来，从佛性本体生发，又归到佛性本体回来。叫做摄用归体，收摄所有功能作用又回到本体。你听有无？一点点啦现在要求一点点就好，等到一点点懂了它就会慢慢扩充了，慢慢了解就会很多很大，这个不容易啦，真理很深色的。我们要接近它呢，要有一点恒心毅力。但正无三障，我们只要保守正知正见正确的真理的但正就没有三障。所以这个三障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是使以烦恼，然后业报。烦恼障，然后业障、报障。我们只要呢心正了以后就没有了，没有烦恼，也没有业，也没有果报。所以只要我们是从佛性本体是发的，那个呢都使以正，正了以后没有烦恼，然后也没有业障，也没有报障，果报都没有。这样了解吗？世人若修道，一切呢尽不妨。我们凡人呢要修道，世人呢要修道，不管什么样的行业，不管是什么样身份地位叫一切尽不妨。在家也可以，出家也可以，做什么行业呢都可以。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有一些行业会增加我们的业障，那一些行业就不要去做。赚了100块要还1000块的，那划得来吗？一定划不来，对不对？所以凡人很多呢在做出一种事业，他赚100块要还1000块，甚至更多了，好像个银行的付息一样，复利那个利息借了40万。还80万时候竟然还没还清很吓人的嘞。到尾规间厝拢就要过，那个划不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人一切都可以修道，就是呢不要这个极限呢在一个形象我们有时候修道呢，都会局限在一个形象，比如说，这个以往我们说出道这个修道就是要出家，出家才是修道，在家呢就不算了，
那现在呢，这个一切啊，既不法，不是现在，是在六祖那个时代呢，就一样的。常自见己过啊，以道啊即相当。所以呢，这个常呢自己见自己的过错了。那假如说能够常自己见到自己的过错就跟道已经相符合了。那个相当就是相符合的意思我们呢常自见己过，各位有常自见己过吗？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自己过错，别人的过错倒是看得很明显，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检讨别人不会检讨自己啦。所以这个六祖是最摇头的地方呢，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假如说呢，回过头来常自见己过，不检讨别人，因为呢，别人有功德不会分给我们，别人有过错我们也不用去承担。所以别人对与不对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啦。不要去检讨别人，这样了解吗？多多少少做一点。色类自有道，各部呢相仿闹。就是色类有形有相的，这个呢就讲到连那个畜生道也在里面的。畜生道也是有道的，猫狗也是有道的，这些呢都有道。不要呢相妨，妨碍懊恼。我们把它杀了，怎么样？这个弱强死伊袂，迄个畜生袂害咱人，咱人会害畜生对不？咱较强伊就倒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吃一要还命，该食一命爱害一命，所以才有那个有德操我身，无德呢要还我命。有没有人说我给你杀，我给你吃？有没有？没有的啦，一定我们都很爱惜生命的所以都要伤害生命的气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呢就不要去杀生。所以佛呢在那个《大圣金刚经》论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失人生，万劫难复。失掉人的身体万劫恢复不回来。要恢复人的身体恢复不回来。各位先生，若食一半迄个迄母拉鱼迄内底偌侪生命？要还多久？一命还一命要还多久？很久那么小小的千千万万。离道别密道终身不见道。这个离道别密道，就是我们离开自己本身，已经离开道了，要你到外面去找道，那终身呢都不会见到道了。所以佛就在我们自身自己本身呢就是佛，要向外面求佛求不到了。所以我们都到外面去拜佛。所以以后呢就要拜自性佛，所以要求自己，自己本身就已经是了，所以不要离道呢别密道，不要离开道再找道，这样呢终身呢都不会见到的。泼泼呢度一生，这个泼泼就是浪费光阴就是这个所做事都无所谓事无营养的做一大堆我们在凡尘呢，很多那个事都是不需要去做的，很多呢也不要应对的，可是我们呢都投入心神去应对，那个都叫泼泼度一生，一生很快呢就过去了，结果呢都浪费光阴生命都浪费掉了，到头呢还自傲。到头来自己很懊悔，没有这个把不生不灭的佛性修正出来。
欲得见真道呢，行正即是道。我们呢要见好这个真道，行正的我们的行持行为是使以这个正确的，那这样就已经是了，就已经在道之中。自若无道心呐，这个暗行不见道。假如说自己没有道心，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有道心，要见道心就是人心要死掉。人心不死道心就不生。所以我们要先让人心死掉了，道心就生了。那么人心就是生灭了，道心就不生不灭。自己没有道心的话暗行已经在暗中在行走，不见道，没看到路。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假如说真的在修道的话，不看见世间的过错了，这个很重要。我们都没有真在修道，所以看到世间很多过错。若见他人非自非切走。假如说我们看到他人不对，他自己的不对就是已经走到旁门了。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别人不对，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他非我不非，看到他不对我们当一个借鉴，就是不要犯跟他同样的事，这样我们就会有进步。我非自有过，我不对自己有过错，过错罪业要自己承担。但知却非心，自己把自己那个不对的心、不正的心把它去掉，知却就是自己去掉，那个非心全部去掉。打此烦恼破，把那个烦恼都可以打掉了，破除了。生爱不关心，常生两脚恶，就是喜欢讨厌都不落入我们心坎。只要我们不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就不造业了。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把这两个恩爱，不要讨厌，不要喜欢，没有喜欢讨厌就是平常心，平常心就是道。我们用正确的那个态度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这样不造业，不受苦，解脱了。所以我们就这个勉励自己那个真爱不关心，不落入喜欢讨厌。我们假如说在这个喜欢讨厌的圈子里面很浓厚，我们老得很快了。经过没多久，你会假如听到亲朋好友跟你讲，哎呦你那老得这，那表示你这一段期间那个得失的心真爱的心很浓厚，就会老得很快。那假如说我都过了你没看到你那都没变，表示他这个真的可以脱离那个真爱，没有喜欢讨厌那个很理想所以那个修就自己内心知道。那长生两脚卧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安然很舒服就是这个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那个就长生两脚卧。易泥化他人知悉有方便，就是我们要度化他人要救度他人，自己一定要有方便法门，就是要认识他的根器，要知道他需要用什么法来修所以那个就是要有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的才能够有方便的法门，可以度化众生使用。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培养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能够呈现。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假如说你在收通及心通部分
一直讲能够说通的，让他呢了解真理的，没有起怀疑了，那个呢就已经自性显现了。不管是说的人，不管是听的人呢，自性都显现了。那假如说不通呢，就要再努力，努力说。先前去渡人要不要说啊？用手比比的，跟我来安尼，那个要心通心通呢要有根基呀，有根基呢，他才能够心通。所以呢，我们了解呢，这个让对方没有怀疑，已经呢自性显现，说的人听的人自性呢都显现。佛法呢在世间不离呢世间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法，就是在我们凡尘，不离开呢这个凡尘要了解说度化众生呢，就是需要这个佛法，那佛法呢就在凡尘，不能自己走入呢深山修，那个呢修成道的，不能成佛菩萨。可以成阿罗汉，可是那个毒了汉佛会骂，那个焦芽败种，只有自己好就好，不照顾到别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佛法呢都是在世间，不离开呢这个世间觉。所以我们呢，这个求这个正法一定呢在凡尘，就在我们烦恼的身体里面，有正确的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呢表现出来。只要在生活之中，我们呢不住我相，不住法相，不住非法相，这样呢呈现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又是真心佛性呈现。所以时时刻刻呢都可以让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呈现，不会很困难，只怕我们没有心去做，最困难就是在这里，没有心去做就没办法。离世呢目的恰如呢求兔角，我们离开凡尘要来的菩提的话呢，就好像呢那个求兔角。这个小白兔它没有脚啦，头有壳，没有脚啦，所以救不回啦，这个兔脚没有，再怎么找也找不到。正见明出世，正确的见解，就是从佛性出来那个正确的见解，就已经呢离开苦海了，所以叫明出世，离开苦海的邪见呢明世间。那假如说我们的见解不正确就会在凡尘六道轮回啦。所以呢，邪见明世间，我们呢就是要从呢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个呢直心，直心呢就是正见，正确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那么学正俊达阙，菩提性宛然。我们邪正两边都全部呢把它去掉，没有邪也没有正，恢复到一体，全部整体整体圆满湛然的佛性都呈现，那个叫做宛然，菩提性宛然，整个呢这个原始状态呢都呈现出来。那么此颂呢是顿教，这个无相颂这个是顿教。马上由凡夫地直达如来地，很快的就直达如来。一名大法船，乘着这个大华，这个船呢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可以脱离苦海。迷闻呢经累劫，假如说我们迷昧了，没有了解到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稳性这就是冲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迷昧了这个稳性要经过累劫，就是非常久的时间千生万世非常久，要经过这么久还没有办法成佛。
悟者啊，刹那间，一领悟了，刹那就从凡夫到佛地了，很快。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自己啊要有心追求。假如说呢，这个经典啊，拿来的时候啊，一看眼睛就很酸涩啊，马上都想睡觉，表示说我们业障啊很重。那要怎么样来处理呢？赶快了障，欢喜心甘愿受，不管什么样的景象呈现，都欢喜心甘愿受，去处理，处理以后抛开，这样呢很快啊，那个障就了却了。一了障以后啊，你再来看经典，精神很饱满。会不会啊？会不会经典拿来看就想睡觉啊？都还会啊？那还真的是蛮多的障。或许现在时常坐车看到有一些人都很努力那个坐在车上那个车在摇晃，他也一直在看他看什么？看什么？看小说啊！小说比较迷人要看经典哇，那个是没有人那么努力在车上看经典看小说有那个不管是捷运啊、公车啊、高铁啊、台铁啊，很多人都很努力在看，学生也一样很努力在看。那或许一看他的那个诗面那个封面就是小说那么吸引人经典假如说这么吸引人就好了。我们大部分呢都是对经典一看都不懂，不懂我就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就把它合上。所以我们呢自己努力悟的刹那之间。这个要了解要领悟刹那之间那个之前的功夫要都够，之前已经呢有行持非常多善，让这个善能够生根，善根又成熟，这样子才能够领悟刹那间，就到佛地了。之前假如说都没有累积没有行善，善也没有生根，善根也没有成熟。你说要悟那真的是很难很困难，不能够领悟所以那个领悟都是有时候都是要有契机那个契机就在我们累积善的那个里面，累积善的时候契机就培养成功了。有契机一有因缘上天会告诉我们答案那个答案来的时候有时候是陌生人的一个动作，有时候是陌生人的一句话，就让我们领悟了那个高兴不得了。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培养不可能上天按那个跟你讲，跟你讲，摆在头上你看，你嘛个看无，还看不懂所以要自己培养培养那个契机。那师父曰六祖呢又讲，说经仪大梵事收持顿教，普愿呢法界的众生言下见性成佛所以这个六祖的那个愿望那个愿力就是呢普愿法界我们呢都是法界这个法里面法界的众生全部呢都是法界的众生，言下在言语的底下马上就见性成佛都可以见性成佛。所以这个三教圣人都是从心性修成，见性才能够成没有从事从相事情跟形象不会成，这样了解吗？
事情跟形象都是帮助我们了业，跟众生呢结缘，结善缘，一个是了业，一个是结善缘，这样呢，我们努力去做，也不是说全部不做了，做我们要了解啊，我们众生在凡尘啊，做才是幸福啦。假如说整天都无所事事啊，那个才是苦恼。有工课做上欢喜啦，没有工作做是最烦恼。假如说没有工作做，各位同学，不要多久的时间那个忧郁症就会上升。所以要找事做，这个无事要找事，做义工嘛就没有这个收取呀，那个金钱的免费承受，自己高兴呢，别人也高兴，这样过生活就不一样，不会有忧郁症。忧郁症的话很麻烦这个周遭的亲朋好友也会连累在北部呢，时常会听到人家在讲手机的时候还讲得很大声，怕旁边的人听不到。我得了忧郁症啦，拜托你啦，拜托你来帮帮我自己关在那个牢笼里面都不愿意出来，还拉了一大堆人把它塞进去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能够了解自己呢，解开自己的问题，不但呢自己解开自己的问题，还要帮助别人解开他的问题，这样才是我们在凡尘的价值所在。不然要创啥？来凡尘要创啥？老钱时常讲说你到凡尘来，生了2个孩子就走了。你只有来凡尘做这个事吗？到凡尘来结婚生囝生嘞甲饲了大汉那就回去这个时为史经以观了道术闻师所说无不醒悟大家呢都能够反省领悟，一时呢坐离皆叹，善哉，何其岭南呢有佛出世。这边的合起跟那个前面那个五祖传道给六祖的那个合起六祖讲的合起自性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那个呢六祖讲那个合起自性本自清净那个是说我们众生为什么向外去求佛啦，本来就记住。那么这边的合起他就讲说想不到那个岭南有佛出世所以你看文字是一样的，意思竟然不同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这个般若品第2品就已经这个讲完了，还讲蛮久的对不对？听详细不详细这个有机缘的话还要反复的听或许问北部的学贤他说大概要反复听个1年有没有耐心有好1年不过或许导致因为这个心深深进伫内底20-30年即摆咧看这拢白化所以各位都不懂。我说这家欠那也不懂，这个就是认知的差异只要假如说会得在想，各位假如说像后学一样有那么久的时间30年的领悟，20年的境界，安尼多久50年各位假如说投入50年的时间那不只有或许现在这样的成就了，现在也没成就还有一个。
所以只要投入50年，绝对呢绝对让透彻知道，佛性呢不生不灭就是这样，要这样修才会成，不是不渡人的啦，而是要使他成佛究竟，渡人呢渡到究竟，这样才算，是很负责任的，渡人啊很负责任的，各位负不负责任啊？我啊，无人敢回答，讲唔通讲，即马讲落去我即马呢屈指一算拢都有遐济人啊，我一个一个要互因成分唔知要偌久，还没有做这个力就不足啊。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冲天之志。在凡尘啊，一切都是假，就只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真。那我们呢就求真，跟六祖一样，唯作佛，不求一物。因为我们求一物啊，别的东西我们追求别的东西啊，有名有利有财产，一口气不来，全部都不是我的，没有一样东西啊带得走。那个时候一定后悔啊！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要知我嘛莫安呢，要知就想慢，难的就很容易的。好，我们呢这个接着讲，还有10分钟了还要再讲10分钟，才剩下10分钟了我们讲疑问品第3，有一天呢，这个韦刺史啊，魏师呢大会斋，就是呢韦刺史那个省长，魏呢六子大会斋在一起啊，刺史呢请师啊升奏，那么同官僚士士交融来拜，同时一些要听讲的人呢一起呀这个拜六祖。那么问曰：弟子闻和尚呢说法实啊不可思议，这个都称为这个弟子，所以修道人不怕没有后代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三炷香一拿起来就会讲弟子某某某，对不对？你坐在上面下面就是你的弟，就是你的子，所以不要怕没有后代。后代很多只要你坐在供桌上，后代很多，弟子某某某。然后呢，闻和尚呢说法，实在呢不可思议啊！就是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那么今有少仪啊，业大慈悲特为解说。那么现在呢，有一点点那个不了解、怀疑的地方，那么希望六祖呢能够大慈悲啊，特为解说，解说呢这个怀疑。六祖呢就回答说：有疑即问，所以我们有疑就要问。武当呢为说，那个六祖呢就讲说为你讲。那么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乎？就是六祖所讲的就是呢达摩祖师的宗旨，他的那一个去向，要往那个方向目标，那个宗旨。六祖呢就回答说是，就是祖师的传承，历代祖师传承。那么韦公呢又问说：弟子闻达摩吃饭呢，梁武帝梁武帝呢问说：一生呢造世度生，布施呢摄灾，有何功德？所以这个梁武帝呢，他以为他在有形有相的那个现象界之中都鼓励人家呢出家，度生呢就是鼓励人家出家呢当僧人，然后呢又当皇帝有钱造了很多寺庙，然后又呢布施摄灾，供养这一些修道人，有何功德？他以为他功德很大，
那么达摩祖师啊就讲说15功德，甲破冷水啊，讲实在拢无功德。然后呢，这个韦刺史韦公就讲弟子未达此理啊，愿和尚为说。就是呢，弟子啊不知道这个里面的那个真理所在了，所以希望那个六祖能够讲，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现象界来了解，他的那个这个造世度生布施那个呢那个慧斋啊，那个都是有形有相的，那个叫人天的小果。就是天道跟人道的那个福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呢不能称为功德，是福报是做了以后有福报，所以只要是呢在形象用心那个都是福报。那我们呢假如说要修持在形象也帮助众生，那我们做了以后把它抛开，不要记在脑海，那个就进入性分，就不是享受福报了，就已经是生殖得本，在种植我们的那个道德的根本，生殖得本，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记在心上。我们布施的行善的记在心上那个一定有果报，果报就是福报了。那福报一享用完了就没了。那我们都不要记在心上，就是把它抛入虚空。那么这个呢，福报就变进入性分，在我们佛性的80田中，所以这个是最重要。那我们80田中有这么多的这一个功德所在，我们那个德性就建立了，所以以后就可以坐在供桌上。假如说我们都没有行善帮助人那个供桌上坐不住了，人家一朝拜那个转下来，坐不住了，所以一定要有德，要有实际的那个善，我们那个供桌才坐得住，这个呢就是实际的这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梁武帝呢跟他讲说15功德啦，然后呢，梁武帝说为什么没有功德？他说这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虽有非实，虽然有，它不是实在的。然后梁武帝说如何是真功德？什么才叫真功德？达摩只是说这个净智妙圆。3点水一个生那个净，清净的净，智慧的智，妙，一个女字边在一个少女妙，圆满的圆，净智妙圆。真正的功德就是净智妙圆，懂意思吗？就是我们这个般若妙智慧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功德。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可以帮助众生成佛，帮助众生成佛那个实际的就是有功德啦，所以净智妙圆，如此的功德不以事求，不是在凡尘这个事项上来追求，而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在我们本性中所以呢这个梁武帝问达摩祖师呢就讲说如是的功德不以事求。然后呢这个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地的第一义圣地就是呢最上圣的那个那个第一义然后达摩祖师就讲阔然无圣，阔很广阔阔然无圣，没有圣凡之分那个是第一义然后梁武帝他想我就是圣上呢就是皇帝皇帝不是称为圣上吗？竟然你说无圣，就是等于没有了没有皇帝
啊，你都看我袂起啊吼。然后呢，梁武帝说，对阵者是谁？达摩只是说，不是，不认识啊。对阵他得了五蕴啊，他的色受想行识啊，我哪知这想？了解意思吗？所以达摩只是说，这个根器呀，还差得太远了，所以他就到那个嵩山少林寺啊，去面壁9年。各位先生，达摩只是为什么要面壁？面壁做什么？是在等待有缘人呐、他的无缘呢，无缘的都不行，了解意思吗？所以都是要机缘成熟了。我们渡人也是一样，也是要机缘成熟就渡得动了。假如说没有机缘那渡不来的啦。我们尽了心，所以我们佛老师也讲啊，说呢，自乐有成，乐其事。假如说我们要度化众生，渡来的，我们乐其事。自乐无成，志不凡。渡不来了，我们那个志向不平凡，这样就可以了。好了，剩下10分钟，再不把握的话都要剪掉了哦。这个问题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没有喇叭了，就是没有我们那个扩音器呀，没有喇叭。那1、2千人要怎么样来听经啊？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叫做用我们的头脑来思啦，用我们嘴巴来论议呀。不是进入不可思议。佛的音声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讲出来的音声不用喇叭，它可以传到无量无边的佛世界。所以的目犍连不是有神通嘛，对不对？他有一次就是要这个了解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那个声音可以到达多远？他就一直用他的神通一直挥，非常远的远了非常远，到一个佛世界那一个佛世界的人有6、7丈的高。我们不是只有5、6尺嘛咱5尺外对不？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5尺多，对不对？他到那个佛世界竟然是5、6灯啊！然后那个目犍连去到那边才变一尾糖，才剩一尾糖尔然后就吊到那个人的那个身躯啊，然后那一个人想要去打他了，那一个佛主讲的那个佛不要打。那个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叫做目犍连，你不要打他。还说那这是怎么这么小？一共娑婆世界众生的骨很薄，所以显现的形象就是那么小。然后那个佛就问目犍连：你来这要创啥？目犍连说：我要试一试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可以到达多远？他说你用你的那个意识要来了解佛的境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没有喇叭啦，没，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人5、6尺呢无喇叭就无声。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人年100万，这写1、2千个也伤少了。人天100万都听得清清楚楚，甲别个佛世界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个不可思议
好吗？好，我多一个提麦克，陈讲师好。好。能不能请刘讲师简单把6道讲述一下？因为后学曾经在佛教堂里面的录音带，他把王爷马祖归到混道里面去，所以想说是不是请刘讲师清楚讲一下？谢谢。把什么归到王爷跟马祖？王爷马祖是。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他那个出发点啦，王爷马祖就是我们所说的7天神仙呐，他是在凡尘有利益众生，然后呢他的福报让他去当那个王爷马祖，也是要帮助众生所以把它归入在轨道有一点那个归入的人他的眼睛太高，所以6道呢，我们了解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释迦牟尼佛有时候把那个阿修罗道，他不归入这个三善道，因为阿修罗他可以所有的都可以到。不管是天道、人道、畜生道、地道、恶鬼道，都有阿修罗。所以佛不讲，只有5道。那我们呢，一般在称呢，就3善道、3恶道了。3善道呢，就是天道、人道跟阿修罗道；3恶道呢，就是畜生道、地道跟恶鬼道。3个善，3个恶。那我们了解我们一般的认知那个阿修罗就是要跟那个欲界第2天，就是忉利天，我们所讲的那个33天那个就是忉利天。那33天是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天地呢，就是四体还阴，有时候我们称呼它呢叫乔斯甲，乔斯甲跟那个四体还阴，它都属于那个33天中间那一天的天主。忉利天呢都以它为主以做主人。那个阿修罗就是要争这个位置，要争这个位争这个天地那个第4那个位置会当领导这个忉利天。所以这个时常阿修罗呢就跟那个天地4乔斯甲在战斗。乔斯甲呢不会用般若战胜那个阿修罗。大部分的记载都是这个样子。那佛不把阿修罗归入在3善道了，因为他都有，因为他有福报了。阿修罗是有福报，可是没有德，有福没有德，所以他才当了这个阿修罗。那呢，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这个德很重要，我们培养有福报，那个福报会用完用就没了。那个德可以使你能够常住，所以我们培养德才是重要。这个是施以6道。那我们在讲的那个7天神仙就是这些王爷马祖这个日有神、夜有神这一些他都是在凡尘有利益众生、帮助众生，然后呢去到这个天道以后有一个位阶去讲。像那山神、土地、王爷妈祖，它都有期限这个比较少的500，比较多呢它有这个84000年，有那么长。看看它在凡尘的程度是这个样子的。对他人好是一种义务以责任这个有何功德这写的人心地好就是对人好这个对呢这个他人好呢是一种义务以责任。可是很多人都不认为啦，各位会认为说对别人家好是一种义务跟责任吗？会不会？会不会？会会，那真的才奇怪呢。因为这个不符合真理。
符合真理啊。为什么？因为在真理里面啊，它没有两边。啊，你对别人好，那一定有坏啊。对别人好是责任义务，那对别人坏呢是应该。所以这个不符合真理。我们要了解的讲出来的就是要符合真理。平常心呢才是道了。平平常常，没有说我对别人好，就是我的义务责任，那你就很骄傲了。那骄傲以后准备天上飞了。还1分钟，要有卖股的才可以哦。好。那后学是才疏学习，但是来上这个心理心法班之后，才知道说自己真的是佛界的那在今天有讲师大讲说我们不能用生命心来说实相，但是在后学的在度人成全人的经验里面，却常常用生内善恶喜怒这样子，都是用一种对待，也是一种，比如说离苦得乐，这也都是一种对待，但是用什么智慧来想？好，请坐，因为时间已经到，所以呢，或许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我们说若以化他人，自悉有方便，有没有？我们刚讲过你要度化他人，你就是要有方便法门那个方便法门叫做潜移之计，懂不懂意思？潜移之计不可以的，可是你在度化他，可以用，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都是活泼玲珑。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真理的本身不是不可以把活泼玲珑拉进来当真理，而那个是方法手段，目的就是要他能够进入修道，能够成佛。是那个样子的。你用什么方法？你可以自己用我的妙智慧去呈现。你跟他熟识了以后知道他喜欢什么，你就讲他喜欢的，然后度他来了以后慢慢了解真理，了解真理以后，他就会去掉那一些生灭的。下课。谢谢各位点来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大家好。我写单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去感谢各位先贤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在讲之前先向各位说，部的道经要送我们那个 DVD 跟 MP3， 已经送过来了。DVD 有100套，从9月26号第一次到11月28号第9次，总共有10天，有来100套来。那 MP3 就是没有影像，就可以听的，也是一样9次，18个小时，收录在一片里面，有200份。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各位可以拿。而且可以多拿，要拿给那个亲朋好友也可以。不够的话呢，北部要再送下来。这个无限量要送给大家。谢谢各位北部的浅显。那我们这个讲六祖坛经，我们讲到哪边呢？几页？我们讲到几页？35页。疑问品。35页，前面后面。34页讲完。这个六祖就讲说15功德因为梁武帝以为他说度生出家，出家这个修道，还有盖了很多的寺庙，
他以为说功德很大，那达摩只是跟他讲说这个呢是人天小果，人道天道那个福报不算的这个功德所以跟他讲说虽有非实，不是实在的功德。那梁武帝问说什么是实在的功德？他就讲说净智妙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能够呢去领悟到它，那个才是真正的功德。因为我们领悟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可以成就成佛，佛了以后可以这个永远都在度化众生那个才是这个功德。而且又不只有佛世界哪个佛世界都可以去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正这么好的机缘，上天呢大概普度我们都已经求到了要呢好好借着这个时候把它呢修成。那只要呢我们肯用心只要有空的时候假如说没有那个DVD 的那个机器放映，可以拿那个 MP3， 就是听的没有影像一直听反复听。那有 DVD 的可以拿 DVD 回去看，有影像可以从那个影像里面的肢体语言帮助我们领悟有一些都很细腻可以从肢体语言领悟出来。那么六祖就讲说15功德勿以先圣之言，不要怀疑这个先生讲的话。武帝梁武帝心不正不知这个正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正法正知正见这个正确的佛法可以成仙做佛的。造世度生布施摄灾名为求福我们呢这个做一些这一些有形有相的这一些事那个呢是跟众生结缘就是呢求福福报就是有福报，不可呢将福变为功德，不能够呢把那个福报讲成呢是功德。功德呢在法身中，不在呢修福。所以功德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体之中法身以法为身就是我们那个觉那个觉就是法身。那么师又曰六祖又讲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只要我们见性了，见到呢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个就是功就已经有功了。那我们能够平等人跟人之间呢平等，然后人跟物平等，物跟物平等，全部呢都是平等，这样呢就有德。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建立德性，就是因为心里面分别心很浓厚，没有平等。那只要我们平等了就可以有那个德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以德服人，那个是心服口服以大道来服人那个口服心不服所以要以德来服人。念念的无智常见本性真实的妙用。所以六祖就讲说念念无智。六祖的念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念。念念就是不要有阻塞我们呢这个念念我们都会阻塞。住相住相呢就是阻塞的。那我们都不住相，因为知道呢这个所有的相都虚幻不实在，一直无常变化所以呢我们不要住在形象不要住在形象呢，我们的心就自由自在。这个时候念念无智不会呢这个阻塞。那么常见自性真实的妙用，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本性那个真实的妙用
就是呢活性的功能作用，就是我们生发念头念头呢这个生发也是我们本性的那个真实妙用功能作用所以我们这个一体会了微光返照体会了以后就可以这个很欢喜充满，能够呢这个见到自己的本性呢，名为功德。那么底下又讲另外的角度说内心谦下是功，外形仪礼是德，就是我们内心能够谦卑，然后呢能够呢这个放下这个身段，所以谦下这个很不容易做，我们都会有一种不知不觉的骄傲，就是我相在，我相在你就会骄傲。那我们呢能够这个谦卑，能够呢低心下气这样就是已经功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内心呢能够谦下，然后外形仪礼就是诚以中，然后行以外。我们心里面很诚，然后表现在外面就很有那个礼貌所以呢内心谦下是功，外形仪礼是德行持出来呢都跟这个礼相符合，那个就是德了。那么自性建立万法是功，从我们的自性然后建立万法我们就可以想这个地很脏了，然后我来扫就是建立一法了。然后呢看到人需要帮忙，我去帮助他，这个也是建立，从我们自性建立的法然后有这个小孩子过马路车子很多，我们牵他过马路，这个也是从自性建立一个法，这样了解吗？所以就在生活之中我们自性可以建立万法，然后看到什么需要整理，什么需要迁徙，我们都动手去做，这个就叫建立万法。这样懂了吗？并不是说这个经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在生活里面我们自性可以建立万法一定要行持这个善不要做那个负面的。心体离念是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心体离念，离开就是呢所有的一切这个念它是包含所有万象，就是我们心里都能够离开念，因为我们有念我们就会有行为动作那我们离开念了以后那些行为动作就已经不会说不知不觉去行持，那我们的行为都在我们的指挥之下，都在佛性的指挥之下来做，没有业。那假如说我们不知不觉自相的然后再去做，那个都有业。那么不离自性是功时时刻刻都不要离开自性，就是时时刻刻呢都保持这个觉性有觉了就不会造业，而且都一直强调只要我们这个保持那个觉绝对呢不会这个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出来。那么应用无染德，我们呢用佛性呢那个功能作用来应用无染，不要染到呢五颜六色，尘垢呢都不要去染上那个就是德功德。若密功德法身呢，但依此做，我们要找我们功德那个法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功德法身我们呢要找的话，就按照这样做就可以找到，是真功德，这个才叫做真的功德那个造世度生呢，那个是人天小果。若修功德之人心急不轻我们修功德呢，就是心不会轻视别人，不会把别人看轻都会呢尊重，所以我们尊重所有的人
就叫供养之佛。我们尊敬所有的众生，尊重他，就叫供养之佛。因为众生都是佛，那我们呢在供养，供养非常多的佛啊，我们就可以生死得本。只要我们都尊重，尊重所有的众生，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不管他什么年龄，我们都尊重。这个呢需要内心做，从内心做出来，不是一个表面的。那么常行呢普净，就是我们行持出来，都普遍的，我们都尊敬，这个常行普净。这样呢，我们自己就不会骄傲，不骄傲就不造业了。我们骄傲就是在酝酿五蕴要落入现象做人。那么心常亲人呢，无我不断极致无功，心常常呢都轻视别人，这个是我们众生的习惯性都看清别人，看重自己。我们的习惯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呢不要这个常常呢看清别人，要呢尊重所有的这个众生。无我不断就是分别心就是你有他那个分别心很强烈，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功。自信呢虚妄不实，极致无德。我们这个心里面自己最早。我们呢有没有真实的心？是呢这个应对的那个表面的那个都不是真的心，那个是虚妄。所以我们自己只要说虚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个虚妄不实就已经呢没有德。为呢无我自大，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最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所在。那么常亲一切故为什么会把自己看得很大，自以为是就是呢常常呢都看清看重自己外面所有一切都看清了。三之是念念无间是功就是我们念念不要使它间断，就是那个觉我们那个觉性要使它间断，这样呢就是功了。所以我们呢一天24个小时回光返照大概都没有很长的时间所以都是念念有间断，所以功就没有。那我们呢就是努力使自己这个回光返照照到自己的本性它没有间断，这样呢就是功。那么心行平直是德。我们心力行使出来都是平都是直直心呢就是道场那个平平常平凡平实平淡就已经呢跟真理都相应，所以呢就是德。那么自修性是功，我们自己呢修自己的那个佛性是功。那么自修身呢是德我们自己把身体就是呢很端庄这个人看起来都很舒服的那个呢就是已经在修德。三之是功德悉自性内见，所以功德要在自己的不生不灭的真实佛性里面见到，不是呢布施供养之所求也不是呢这个布施供养所能够求得来的。我们呢这个布施供养那个呢是跟众生呢结缘，是以福德与功德别。福德呢跟功德有分别。五谛不识真，梁武帝呢不认识真理，非我子师有过不是呢达摩子师有过错。那么此时呢又问曰：弟子常见生熟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那么请和尚说得生彼火愿为破疑。这个念的阿弥陀佛，刚我们那个心通的部分有讲，
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翻成中文叫做无量寿。那无量寿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真心佛性就是无量寿。然后旁边不是有观世音菩萨吗？跟那个大势至菩萨有没有？那个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就是般若妙智慧啦。大势至菩萨呢，大势至就是要完成我们的愿，我们立的愿要去完成，那个需要大势来做。所以三佛一体我们不是讲过吗？有没有印象？因为很少推广这个了，没有说把三佛融成一体。阿弥陀佛呢，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个上座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那个下座大势至菩萨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佛法僧，三佛一体，是一体的，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讲心通的部分我们有讲过。有没有印象？有印象有听过就有印象。所以这边呢，次时要再问，说呢常见到生属，这个出家人跟在家人念阿弥陀佛，然后呢愿生西方，就是呢要到西方，因为这个西就代表白，东方代表青色的，西呢代表白。南方呢代表红，北方代表黑，然后中间就是黄色那个黄中通一样，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那个中间那个黄就是性，性居中，然后统四端，四端呢就是东西南北兼万善，我们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因为这个性它可以统四端，它可以兼万善。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佛性，已经彻底的发挥出来的力量很大，就可以利益众生，不但利益自己而已，还可以利益众生。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相信自己。那么西方呢，就是代表白色，所以皈依白，皈依到我们本性的原来很纯白。那六祖呢就讲，说史经呢善听，慧能语说，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六祖一代祖师在讲他自己的时候他都称呼他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时常也会这个不知不觉那个误用。比如说这个说小姐不能自己讲自己那个是别人称呼的，叫先生也是一样，那个是别人在称呼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先生，不捌嘞，不知道理，所以不能呢六祖他就讲慧主已说，慧能已说，六祖要跟我们讲，他还讲他自己的名字。那么世尊呢，在社会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引导然后教化，那个经文分明弃此不远，就是讲得很透彻呢，就是离开呢这个地方不远，那个西方到西方就在我们生活之中，离我们生活呢不远。若论呢相说理数，假如说要讲这个形象，要讲它有多远，有108000108000里，有那么远。那么即身中呢12八行，六祖就讲这个10万呢就是12，8000里就是8行。八正道的反面那个12就是我们身口意，身三道营，口四恶口妄言绮语两舌，
意啊，贪嗔痴，这叫12啦。那我们呢加一个不，不杀不盗不淫，这样呢就叫10善。那我们呢行10善呢，就有天道的福分，可以享天道的福啦。所以只要行10善就可以出生呢去天道了，可以当呢去天神仙。那我们欠人家也自己行，欠人家也行，也做10善，那就有转人圣王。转人圣王，我们这个名称啊比较少用就是4大部洲的一个统治者。那我们是南赡部洲一州啦。各位贤贤，南赡部洲现在谁在统治啊？谁在统治1/4呀？不是转人圣王，转人圣王呢，他是管理4大部洲。那我们现在就是了解说，我们南赡部洲啊，这个1/4，那管理我们这个南赡部洲是谁啊？存疑呀，留着不要有答案。身中的12八邪啊，便是收圆，收圆啊为其下根，收尽啊为其上智，就是有般若妙智慧啊，就是很近。收很远呢，就是根基呀，就是他累生累世都没有修。他不累积这个善，不行善，所以变成下根。那么人呢有2种，华无2般。人呢有智，然后有语，有功的有巧的，2般，有2种。那华呢都是一样的，迷悟啊有疏，疏呢就是不一样，就是迷悟啊不一样。有的迷，有的领悟了。悟了呢就可以到家，迷了呢就在呢流浪六道。见呢有迟急，那个迟就是很慢，急就是很快。这个见呢见解有的很慢，有的很快。迷人念佛啊，求生于彼。说迷昧的人啊，念佛念阿弥陀佛，要求生呢在西方。那么悟人呢，自净其心呐，所以我们领悟的人自己精进自己的心就已经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样了解吗？我们心一净了我们就在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本身呢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都是已经阿弥陀佛了，不能做那个凡人做的事，都要做我做的事，会吗？会不会做？会了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我们的心一清了，我们的佛土就已经是清净了，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史今呢，东方人六祖讲的为次史是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只要我们心净了，都没有罪。那么虽西方人呢，心不净亦有愆，那个愆就是有罪的意思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果？西方的人假如说他造罪的话，那要求生到哪里去所以凡愚不了自性我们凡人愚昧，然后不了解自己的不生不灭的佛性，不是身中的净土，不认识我们身中有净土。厌东厌西所以呢厌东厌西都是迷昧的。那么悟人在处一般，这个领悟的人在处就是地方所在不管在什么地方所在都一样不是厌东厌西的不一样因为呢什么地方所在都是清净，什么地方所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再出一班。所以佛言啊，随手住持呢恒安乐，不管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所在都是永恒的安乐所以了解到，只要心静了，全部呢都可以在很理想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么使今心地但无不善没有不好的。西方呢去此不遥西方呢离这个地方不很遥远。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我们呢只要心没有那个不善，没有负面的，那我们就可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在了。那假如说呢有不善之心我们有生那个不好的负面的那个心，念佛往生难到念佛要往生念阿弥陀佛要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很难到。所以我们现在呢那个一归空以后我们写那个白布条都写引，就是引，就把它引嘛，接引西方嘛，对不对？假如说他在凡尘都不做好事，一口气不来就接引西方，可不可以？按照单细的话今呢劝善之事，先持12，即行呢10万。我们把12那个杀盗淫恶口妄言欺语两舌贪嗔痴这个12先把它除掉，就已经行10万里了。后除8邪，把那个8正道的8邪又除掉，乃够8000已经又经过8000里了。念念的见性，常行平直时时刻刻呢都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呢回光返照我们把注意力呢收回来，都照见了自己本性，这样就已经非常理想的状态。那在行持的时候又是平等，又是直心。那么道如弹指，那个弹指就是刹那之间各位会弹指吗？比比看。对就是这样，这样叫弹指很快，一下呢就到了。遍睹密陀就已经睹就是看见了，就已经呢看见密陀了。所以我们看见自己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看见密陀看见阿弥陀佛。此今呢但行13，何须呢更愿往生只要行13就可以了。不断的12之心合佛即来迎请。假如说不断的那个12的心，那哪一位佛会来请就是没有。若悟无生顿法领悟无生无灭的那个顿法，就是从凡夫地马上到佛地了，叫顿法。见西方呢只在刹那很快就见到了。那么不悟念佛求生呢路遥如何得达？路途很遥远不会到的所以我们只要呢这个自己领悟了就已经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慧能以知人呢于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各位见否？这个六祖呢跟大家讲说要把西方呢移到呢这个眼前来，各位愿不愿意见？那众皆顶礼云若此自见何须呢更愿往生？这个地方可以看见，那当然最理想了不要呢再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愿和尚慈悲呢变现西方，把西方呢移到眼前来普令得见，让大家呢都能够看见。那么六祖就讲说，大众世人呢自色身呢是尘，我们这个身体肉身就是尘，眼耳鼻舌是门，
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嘴巴，是门。外呢有五门，内有一门，义呀，那个义门。那么心呢是地，性是王，我们的心呢就是地，所以我们了解心地心地好不好决定我们的一生。那么性啊是王，我们的性啊，这个王各位浅显，不是说当一个统治者啦，而是说这个啊一贯三，一贯三界，叫做王啊，一贯三界，了解意思吗？那个三横啊，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一啊，那个一就是道。一贯三界就是王，这样知道吗？不是在讲国王啦，不是在讲那个王，而是说道啊贯穿三界啦。我们这个性啊就是贯穿三界，这样了解吗？所以性啊是王，就是性贯穿三界，我们的性啊全部包含三界，不管欲界、色界、无色界，全部都包含。所以性就是王，贯，那个一啊，就是道，知得一啊，万事毕，有没有听过？我们知道这个一啊，万事啊，这个万象都毕业了，知道这个道啊，万象万事啊，都在道之中，所以你全部都知道了，叫做万事毕，所以已经呢，可以知道怎么处理了。王居呢心地上，我们这个性啊，都居在呢心地上面。性在啊，王在，性去王无。性在呢，身心纯，性在的时候呢，我们身心啊，都纯。性去啊，身心坏。这个性去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身心就坏了，所以一口气不来啊，那个就性去了。然后身心啊坏掉了，烂了，很快就腐烂了。那么佛像呢，性中作，这个佛，我们要求佛啊，就是要我们性中来做，努力的从性中来做就可以啊，成佛。莫向啊身外求，所以求佛呢，要向我们性分之中来求，不向身外。自性迷啊，即是众生。我们自性迷昧了，就是众生；自性觉了，即是佛。所以啊，很容易啊，很简单。只要我们觉，念念无间觉，就是佛了。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都可以当佛了。时时刻刻呢，都可以成佛。只要我们呢，自己啊，回光返照，不要呢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啦，无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就呢轮回六道。那我们呢，只要回光返照，照见自己的本性啊，时时刻刻啊，都是佛。慈悲呢，即是观音，我们慈悲，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啊，叫做慈。悲就是把苦，把众生的苦啊，把它拿掉，叫做悲。所谓慈悲，我们性分之中啊都有，慈悲喜舍数量心，性分之中全部都具备，所以我们要把它发挥。所以慈悲啊，就是观音，观世间的因生啊，行生救苦，所以观音。喜舍呢，名为世智，我们很喜欢，不嫉妒。各位浅显，我们的嫉妒啊。那个啊，很内心深处的嫉妒啊，很深、很多、很大。各位有没有嫉妒心啊？看见了吗？最糟糕就是都没看见，都不知道自己骄傲。我们有没有羡慕过别人？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对，就是嫉妒啦。所以当我们在羡慕的时候啊，
那个内心深处啊，就已经在嫉妒，看不见的，很厉害哦。所以或许在斗南离我们这边不远啊，那个斗南有一个前贤啊，他讲得很坦白，他说只要比我漂亮，我就嫉妒。因为本身也长得很漂亮，当护士长得也很漂亮，说只要比她漂亮，他就嫉妒。我说有这么厉害吗？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大家都不讲出来而已啊，大家都不讲出来而已，都嫉妒。所以或许才了解说，原来是嫉妒这么厉害，看不见了在内心深处的。所以我们把它转变，随喜呀，功德是无边。随喜，看到别人好，我们随着他的那个遭遇啊喜欢，就好像我们自己本身的遭遇一样，很不容易这真的很不容易做了。别人有才能，就好像我们有；别人有钱了，有社会地位了，就好像我们有，那样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做。所以要随喜，我才会讲说随喜的功德是无边，要随喜，不要嫉妒。然后舍，喜舍，那个舍啊，就是不偏贪啊，什么都可以舍布施。所以我们学佛啊，就学这个字就好，舍，舍就是什么都可以不要。各位贤贤，我们人生在世啊。可以说什么都带不走的，可以什么都舍，什么都布施，把我相也布施了，把法相也布施了把钱财也布施了，把能力也布施了，都利益众生，成不成就？是不是很高兴？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字我们人生大概最重要就是只有字舍。我们要跟人家字的时候啊，你就马上脑海里面马上浮现舍，舍掉，这样的话就不争了啦。好啦，导游底要教你稳规个拢胖去嘛，无要紧。这样，你看心都宽广，对不对？这样的话，人生就过得非常欢喜高兴的，就在天堂了。所以舍，从头到尾啊，我们修佛呢。从头到尾都是舍，都是布施。我相舍掉了，快乐舍掉了，痛苦也舍掉了，都全部舍了。我们都是不舍，才烦恼很多啊。都是不舍。一舍了以后烦恼也没有，连烦恼也舍掉了啦，也把它舍掉了。所以呢，喜舍啊，名为事智，大事来做。大事的来做这个喜舍，能净呢即这个释迦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能净，能够清净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净那个释迦呢就是能忍，仁慈的忍牟尼就是寂寞，寂就是如不动，默呢就是静默所以能够呢这个仁慈又呢如如不动又进入那个利益众生的阶段没有言说的真正的利益众生呢，那个默拢无讲话啦认真的做众生看，平直即是呢弥陀，我们能够平等，能够慈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那个阿那个时候我们讲心通，不是说阿就是本不生嘛，密就是充塞天理，陀就是如如不动，对不对？都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它的功能它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人我是息密，就是分别心分别你，分别我，那已经呢就好像息密山那么高就已经隔绝了不亲了，不和了。邪心呢是海水我们心不正了，
就变成海水。烦恼呢是波浪，那个烦恼啊就是波浪，那个呢波浪的形成啊就是有风，风呢就是无名风啦，无名风吹起啊海水形成的波浪，烦恼呢就来，很自然的来。毒害呢，是恶龙，那个龙有善龙啊，有恶龙，那毒害呢就是恶龙，要害人的。虚妄呢，是鬼神，就是呢不真实的虚妄，就是鬼神，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鬼神啊也有负面的啦，有正面的好的福德正神啦，山神土地啊，那个都是正的，那个虚妄是鬼神，这鬼神呢就是那个牛头马面啊，那个就是虚妄的，不正的。尘劳呢是愚悲啊，我们在凡尘劳劳碌碌啊，就是愚悲。贪嗔呢是地狱，所以我们呢只要进入贪，进入嗔，嗔呢就是生气啊。为什么生气？我的利益被人家损害了，所以我生气，就嗔。贪嗔呢就是地狱，愚痴呢是畜生，畜生呢就是愚痴啊，没有用智慧。善知识常行十善，我们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行十善，不杀不盗不淫，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就已经十善了，行这个十善。这样会做吗？会不会？都唔敢演的这演的爱做的。若无伊后你做人唔对无要紧，所以常行十善天堂呢变质，已经到天堂了。持人我，除掉呢那个分别心，你我的分别心把它除掉。西密山已经倒了，气邪心，海水绝，邪心去掉那个海水都干了。烦恼无啊，波浪灭，这个没有无明风就没有波浪，波浪不吹呢，不起浪，烦恼就没有。毒害妄啊，与龙结，毒害一妄以后，那个恶龙都没有了，自心地上呢，觉性如来，从我们自己的心地啊，建立那个觉性如来，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来。如如不动而来，我们呢都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如如不动，我们都如如不动而来。或许以前不是讲嘛我们那个真心佛性是不是如不动？用那个照相机来比喻我们都有大概大部分都有玩过那个照相机我们知道呢，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一晃动了以后，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所以就可以知道假如说佛性是极限在身体的话，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动？那我们看到的影像一定都模糊不清，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不管你动得怎么快影像都很清晰，对不对？就是因为本性是如如不动，动是身体本性没有动，所以我们看到的影像这个景象都非常清晰。我们从这个真言就了解到原来我们佛性是如如不动，动的是身体跟佛性没有关系他没有研究就不知道了没有研究不了解。像呢我们时常会讲说色空不二，色跟空色就是形象，空呢就是空间，所以色相跟空间是不是两个差别很大？为什么说不二？不二就是一它就是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知道吗？色空不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就是我们空中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空中里面它有色，我们看到的这个空里面有色。就是呢，水火风土凡尘
这所有的元素啊，都是水火风土，包括我们的身体啊，也是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是借天地的物质啊，水火风土借来用的。不过100年而已啊，都要还给天地啊。那天地的万象形成也是水火风土。那么这个水火风土啊，就在空中，我们呢就可以分析了了解说，确实啊，空中有水火风土。这个水，我们现在用冷气、用除湿机啊，可以把水收集，就可以看到，对不对？从空气之中，从空间啊收到水，有没有？各位都有用过嘛除湿机或是冷气，它把空气呢都集中来，然后收成就变水，所以水佛呢就是热度了，说今天天气热的那个就是佛，包括我们身体也有热，身体假如说没有热度的话，翘翘的，所以佛我们也看到了。那个风呢更容易，只要你一手不动，然后一手动，风就有了，对不对？水有风土就是灰尘啦。所以现在那个阳光啊从这个我们那个天窗照进来，然后我们从那个阳光的那个光线可以看到灰尘，就是我们眼睛啊看到最细的就是灰尘灰尘一集中啊就变土所以水火风土啊是不是就在空中所以这个空中的水火风土啊这个水火风土是色，空中是空空跟色啊是不是合在一起？是不是不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色空不二就已经合在一起呀。那我们假如说把佛性启发了之前我们讲耳根圆通了，大家都一直去给老师导听无或许是要大家能够把佛性启发跟整个宇宙虚空合成一体，要借着那个法门来修才快所以各位可以从经过那一次没有讲完，我们下一次就讲纲要，有没有印象？有。所以各位假如说没有印象的话，可以再看，因为有带100套的 DVD 给我们看，你就可以看，然后把那个纲要拿来用，用了以后你可以把佛性启发跟整个虚空合成一体，这样的话我们一口气不来满满都是路了，没有说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们凡人社会上一口气不来，他没有求道，没有修持，一口气不来没有路来，无路通行，规个黑暗茫茫，要行一道无路，很紧张，所以家属要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那个经就是剑，就是路径，告诉他怎么走。你经个上伊就路行，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事先求呢？所以那个就是要我们事先把它启发出来，跟整个宇宙虚空都合成一体了，真正的到达如如不动，这个本体跟功能作用全部都已经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成就了，以后一口气不来都不怕了。身体还给天地水火风土，那个不是我可以拥有的，身体都不是我们可以占据的，身体跟我们最亲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能拥有它。假如说可以的话在我们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漂亮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命令它停止，不要动了，我这样就好，可不可能？1分1秒一直过去1年1年一直过去，那就给你捞了那自然就一直很老了。到一天真的是100年以后各位先生，我们哪个还在完成？都不在了，对不对？去哪里了？100年以后我们都到李天了啦。
最好，大家都修正了，都成了，都到理天。所以呢，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自己要了解这个真理，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呐。所以那个长期抗战，真的不是讲假的。要像六祖这样他不用听，他就可以受，就可以了解，就可以成佛。那个毕竟很少了，听2个小时可以了解也不多了，要听了大概1年，那个差不多。1年比较熟悉啦，可以进入，当你能够进入佛系之后啊，一定是欢喜充满，很高兴的啦。这个千载难逢，要遇到上天大概普渡就我们这么幸运刚好遇上，不然没有的话像以往都要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们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都不知道宝贵知不知道知道真的哪个地方宝贵？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才是宝贵的。身体这个天地的物质小红土没有宝贵的地方最重要就是佛性，佛性最真，最值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没有形象的，切实存在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呢，这个能够自心地上呢觉性如来，我们如来能够都觉了放大光明，又可以呢把它的功能作用全部发挥，放大光明，外照6门清净，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6门呢都清净，能破6欲知天。这个6欲天呢就是4天王天。最低的啦，6欲天最低就是4天王天。第二呢就是忉利天，忉利天呢也就是我们凡所讲33天啦。忉利天是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统领者就是四体还阴有时候就讲巧思讲，那个就是天主。忉利天的天主就是第2天，他在西密山的山点，4天王天呢在西密山的半腰，然后再上去就是夜摩天，夜摩天已经依空而主已经在空间了，然后再上去多帅天，我们老祖师还没有掌天盘的时候要管理多帅天，再上去呢乐变化天。最高的第6呢，就是他发自在天。那个摩西那个不行摩西所罗天就是第6天所管辖。那个魔王在住的地方也是第6天在管辖。6欲呢知天。那么自性内照三毒即持，我们自性来内照，回光返照三毒。各位学者，三毒是什么？对，正确，就是凡尘最毒的就是贪嗔痴，所以这个有人要害释迦牟尼佛，用毒药给他吃。释迦牟尼佛他讲说世间最毒的贪嗔痴我都已经去掉了，没有比这个更毒了，所以毒他不死，他就把它吃下去。那个要害他的人，看他都吃了都没事，那安内。他说最毒就是贪嗔痴，你这个现象毒这小事都不放在眼里。所以我们了解说贪嗔痴就是我们最厉害造业的因贪嗔痴。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因为呢能够回光返照没有贪嗔痴，没有贪嗔痴呢不会造地狱的罪。所以一时都消灭。
内外呢明哲不异西方，就已经呢在西方的当下就是已经极乐世界。不做此修呢，如何到底？不按照这样做的话，怎么可以到？那么大众闻说呢，了然见性，悉皆礼拜，这个具叹善哉，畅言普愿法界的众生闻则一时误解，这个这个愿也是很大普愿，我们法界就是所有凡尘之中的众生叫法界众生。所以这个法界非常宽广，整个呢都是，全部呢都称为法界。能够呢听到这个上乘法顿教的法门，一时都能够悟解，就是很短的时间都能够领悟了解。那么六祖又讲说，善知识，若欲修行呢，在家易得，不由在世所以这个六祖他就这个把那个修道的环境推广得很宽广，不一定呢要出家，说在家呢易得，在家也可以修，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家能够呢这个修道的话，好像呢东方人心善。那么在世不修，出家了以后呢又呢被那个现象卡住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出家人都被一些这个事跟相虚绊，所以没有真正的努力的在修道。假如说真正努力修那个要按照佛定的戒律就是不能除了三衣一钵以外不能有东西，不能持续没在添。我们看一看现在的出家人身边很多东西，对不对？有的甚至都有轿车嘞，那个不可以不可以，而且又不能自己煮来吃，另外戒律有严没使家己去煮来吃嘞，家己煮来吃犯戒，要托钵，严不严格？为什么那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所以佛制定这个戒律你自己有办法煮来吃，你骄傲。我们都想到这个细腻的地方。你自己法度煮吃，你就是骄傲。所以佛制定要起食。就是要降服你那个骄傲的心，这样知道吗？大行你都会这样做，你就骄傲。所以伊不是袂晓做，是不要你做。为什么不要你做？没有你降服骄傲的心，骄傲的心你降服，我相都没有，很不容易做的。所以我们偶像都很强，偶像强不强都自我为中心，对不对？这个就是偶像很强，所以真正的这个修道者，三衣一钵以外都不能有，连吃的东西留着下一餐吃，不可以。严不严格？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在那一种现象之下，一无所有，要不要努力成佛？一无所有，才真正的是修道。所以我们就是体会佛制定戒律为什么要制定了那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那既然出家了，就是要追求成佛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再贪物质的享受？不可以。所以我们是爱之深责之切，就希望他们出家人也能够努力的修成，然后众生有榜样，可以看可以学，对不对？他假如说不争气的话，我们就瞧不起他，结果就害了很多众生，
没有法可以修，不知道怎么修，所以在世不修啊，如西方人的心恶，担心清净啊，即是自性的西方都已经死了，就已经自性西方。那么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这个导师问的比较贴切，实在的在家怎么修？愿为教授希望能够教导授予。那么六祖就讲，吾以大众说无相颂啊，但依此修，常以五同处无北。这个六祖讲出来都是无相颂，前面也是无相颂，后面也是无相颂，全部都是无相，没有形象，歌颂没有形象。那么按照这样来做啊，就常常跟六祖相处在一起啊，没有分别。若不做此修啊，剃发出家，一道何益？不按照这样修的话，纵然是已经剃发出家了，那跟道也没有利益。颂曰：心平何劳持戒？心都已经平了，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心不平。各位心平不平啊？平不平啊？这个倒是蛮难回答的问题说平嘛，佮敢若无平说不平嘛，佮对道咧不平所以这个平不平就看我们自己个人的认定。那六祖这边讲的那个平啊，是跟真理相呼应，心跟真理相呼应心就真理，真理就是心，所以那个平是有一个规范，就是跟真理相等齐的，所以心平。那么心平何劳持戒？就是说不用再持戒了，就已经到达了。持戒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到达目的地。目的地还没有到达之前，我们要用持戒来规范，才容易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持戒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我们因为持戒，把一些不应该做的都去掉，不应该做的都去掉以后，我们应该做的自然而然去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持戒，所以有定力产生。因为定力产生了，我们有智慧。因为有智慧了，我们又增加定力，互相的帮助，定力越大，智慧越高，这样就可以进入佛的智慧。那有佛的智慧，绝对不会造业的。不造业就不受苦，不受苦就解脱。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持戒是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那我们可以自己看看哪个习性很强，不合真理，用持戒的来修。所以我不可以做那个。比如讲晚上睡觉之前吃宵夜，我说不行。这个人要休息，肚子让他休息。所以睡觉之前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把这个当成戒律。这样我们就可以由这个戒律去做到。那以后习惯了，宵夜都不吃了，也很自然而然。各位有没有吃宵夜还有有的有，有的没有。我们自己定就是了解到。有3餐就已经够，你看那个这个出家人过午不食。那释迦牟尼佛讲他为什么要制定过午食？因为那个外道在讲，人巴肚枵要死过袂使吃，你这有够受苦刑啊！那佛说不是，
不是修科学，它有真理在。因为制定那个取食以后，遐地主安尼真久来取食啦，迄唔是人咧煮饭的时间嘛去取食啦。这样的话引起人家困扰，都无煮饭啊，要摕啥互你吃？对不对？所以我就制定戒律，说过午不食。经过那个下午1点以后就不吃了。他的理由呢，就是讲我们吃东西进去身体里面，它会产生能量，量产生以后有生理的需求，心理跟生理不一样。生理就是我们身体本身的生出异昧，那个生理会产生需求，就是会有那一种欲望，就是男女之间的做爱，你吃的多了，养分多，心就在动在尿就会有那一种那个想那个欲望，男女做爱。那假如说过午不食，那个摄取的养分营养没有那么多，生理需求就已经降低了，没有那个强烈的那个欲望想做爱，这样呢就可以减少造业的机会。所以就制定过午不食。因为我们人一吃饱了，所以佛才讲我们吃多了有5罪。各位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我们吃多了，第一个呢就是想睡，吃饱饭了就想睡。第二个吃多了就是多病。第三个吃多了就是有男女做爱那个欲望。第四个吃多了就是因为有病又想睡又有欲望所以不能不诵经典。第5个吃多了所吃的东西都是地生长，我们跟地结的缘很深，脱离不了这个凡尘，所以吃多有5罪。所以佛才制定制定的过午不食。经过午时了就不吃，要到明天早上5点以后才可以再吃，很久所以那一段时间肚子一饿了精神很好。精神好就是修道，努力的去回光返照，照见自己性分之中有什么污垢要赶快把它去掉，努力修就容易成就。所以我们肚子饿时候精神是最好的时候。所以那个佛就讲说弟子们都贪吃贪食过饱，这样会有病不要贪吃。各位先生，吃得太饱会怎么样？吃得太饱了以后，第一个很难受就是肚子肚子就很难受吃得太饱胀咧有各位有没有那个经验？腹肚安尼胀咧，有艰苦无？迄爱安尼直直行，行咧超1万步才会爽各位知道走1万步要多久吗？我们这个以平常的4度1个小时可以走3000步，1万步你看3个小时才9000步，就要3点外钟到4点钟，才有法度行1万步。每天都走1万步的话，健康有保护。所以要学就是觉得没事的话就走路走1万步，这个好多毛病都去掉了，一些病都不见了。那平常行吃饱了想要倒一层。
那个毛病会很多啦。所以现在哦，我们社会人士很多都是那个胖的超过厉害。所以慧姐在讲，他们为什么胖的那么厉害，就是喜欢吃那个炸鸡排。那个美国直接进口，从那个冷冻柜直接进口。那他为了要养那一些的畜生啊，就是用生长激素使它长得快一点，才可以卖钱。然后那个生长激素都在那一些肉的里面，然后我们把它吃进去啊，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生长激素，所以就一直生长，一个人就变成2个人了，不是很多吗？南部好像比较少。各位前你去北部看看，好厉害哦！那个胖的真的是超过，看了都负担。那个心脏，我们要了解那个太胖的话，心脏的负担很重。还是不要那么胖不要贪吃。行止啊，何用呢？修禅，就是呢，我们行为都是止，是从慈心从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出来。行止呢，何用修禅？就已经不用修禅。所以我们那个禅修那个禅就已经到那个佛性的边缘。不生不灭我们那个真心佛性那个边缘，就是修禅。已经快到了。恩则呢，孝养父母。我们这个感恩所以我们能够少欲知足，欲望比较少，然后时时刻刻都知足，知道满足。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造业了。他能够感恩的人能够照顾到根源，照顾到不生不灭佛性。能够时刻刻都回到根源回来。所以恩则孝养父母，我们感恩，然后我们能够有今天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养育长大，我们就是要回报所以孝养父母。那么义则上下相邻，这个义就是同胞手足，兄弟姐妹啦，大家互相照顾。这个兄弟姐妹就是不要吵架要互相照顾。让则尊卑和睦，能够这个礼让这个身份地位高的人可以让那个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尊敬上面的人，这样尊卑珍贵跟那个卑微的都能够和睦。仁则众恶无宣，我们能够忍，这个人就是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叫忍。我们安住在真理上都不动心的，那个叫忍。那我们一般把人都是变成忍耐、忍辱，受了别人侮辱我们忍下来。这是别义不是总义。总义是安住，因为佛教它是无我，没有我了。既然没有我，就没有受侮辱的人，也没有这个侮辱别人的人，没有。所以那个人它重要的意思都在安住不动。我们能够安住不动的众恶叫无宣。那个恶它不会宣扬、喧闹、喧哗，不会呈现出来。若能专目其否，这个就是教我们要很专心，自制古时候没有打火机，没有火柴，所以要取火的时候都是要专目其否。就是取那个就是一个木头。然后我们用一个那个接的东西一直把它一直抽到后来它出烟了，出烟以后火就生了，那个就是很专注了，所以我们就是时时刻刻要使自己的心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哦，游玩的时候专心游玩，就是道了。道就是这样，很专的，哦，所以呢，我们都能够呢专目其佛，哦，就是很专注。淤泥呢，定生啊红莲，哦，淤泥呀、花梅，一定呢可以产生啊红莲。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那我们哦以后啊，各位想不想做那个莲花座？想不想做？它那个莲花座是从污泥出来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凡尘哦，这整个众生啊这么污浊的环境社会哦，社会这么污浊的现象下，我们能够深入其中，然后温暖众生，这样呢就是啊，淤泥啊，定生红莲，一定呢以后啊，有那个莲花的果位啊，让我们种。各位浅浅这一条位，莲花座。苦口的是良药，那个喝下去很难喝，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会听来安尼足无舒服的啊，逆耳。一定是忠言，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改过啊，必生智慧。我们有过错啊，就要改，不要呢护恶不迁，改过啊，必生智慧。护短呢，心内啊危险，我们护短自己呢，那个不好的地方啊，不要去保护它，我们护短了。那个内心呐，心内啊，一定不是贤，贤能不是，一定不是，所以不要护短，不对就不对，承认，那我们呢，这个带领下一代也是一样，不要护短，他错了就要他向人这个说对不起，要向人道歉，不能去保护他，保护他是害他了，所以不保护他呢，是让他能够。跟人呢在社会啊立足，这样才是正确的。日用常行劳逸啊，我们在日用之间呢，时时刻刻啊，都能够劳逸，就是呢无条件的给人利益啊，那个叫劳逸，无条件的给人家利益。成道呢归有之前，我们这个成道啊，不是说呢布施钱财就可以成道。不是那样，是要从我们心性去修。菩提呢，指向啊心密。菩提啊，是向我们内心里面来找。而劳呢，向外啊求玄。不要向外去求那个玄奥的。道呢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平平淡淡的。那个就是道。听说依此修行啊，我们按照这样来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天堂呢就在我们眼前，所以只要我们心里改变了，整个我们的环境也改变了，周遭的人也改变了。那么师父曰，六祖又讲，三之事总需呢依据修行，要按照呢这个句语来修行，见取自性。最重要呢，还是要有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发挥出来，我们要见取，要见到，要取它来用，直成呢佛道，一直到成就为止，法不相待。这个法不相待就是佛法它不会等待我们，法它没有互相对待，一不一样？两个角度法不相待有两个角度。一个呢，就是佛法不等待我们修呢，它也不会产生忧屈的。我们努力修它也不会高兴的，它不相等待的。那法它没有对待，两个意思
有没有提出来？一个它是不等我们，一个是没有对待，所以呢这个法不相待。那么众人解散，这个六祖呢赶他们回去了，五归呢潮汐，我也要呢回去潮汐。众若有余啊，却来相问，有疑问呢就到潮汐，然后来找六祖。那么次时官僚，再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这个是呢把那个说大概大家的情形呢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呢是疑问品第3。那我们还没到了，上次我们留10分钟说不够，这一次多5分钟，15分钟，好不好？多15啊！现在呢，大概还有20分钟，我们讲的这个定慧品。定慧品第4，师众语六祖呢开示跟大家讲。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这个顿教法门就是用呢这个定跟慧为根本，所以最重要我们就是要追求定慧。我们佛性本身呢，它就有这个定跟慧，只是我们都没有启发应用，差别只在这里而已。那我们能够认识了、启发、应用的，就可以回到根本。大众呢勿迷言，定慧别。所以这边呢或许就是要讲六祖已经呢回到佛性本体了，所以定慧一体，定慧没有分别啦，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在修持我们凡夫地。我们都还没有到达，就是很深的程度我们要有那个构成，要有修持的构成。那修持的构成呢，就是需要戒、定、慧。刚才我有讲，我们因戒律，因为守戒，使自己能够降服那一些妄想心，因为有戒律。降服我们不合真理的行为，因为有戒律我们规范，我们那个思想都是在正面光明。因为有戒律，我们走路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所以呢都是由戒来。我们没有戒胡作非为，那一定是六道轮回，一定呢在三恶道，所以这个戒就很重要。那我们自己内心自己去建立戒律，自己行持，自己做。那么之后，因为我们守着戒，一些呢不合真理的行为去掉，不合真理的念头没有，不合真理的言行我们都已经呢不在我们这个脑海之中。这样我们呢就会慢慢产生定力，就有定。而这个定是我们佛性本体所有，本体所有，我们因为有戒律以后，已经把它启发出来，所以那个定是从佛性本体出来，不像我们凡尘所学的去打造那个定，那个定呢那个强制身体的定不合真理因为强制身体坐着不能动，那个是百物不施等于是佛性也不要，所以六祖很排斥说这个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所以拼除那个我们凡人那个打坐。那我们要了解，我们那个定力的培养是从我们内心拼除所有不合理的一切而呈现的。那呈现的时候有定力所以由戒生定，由定就生慧，智慧就产生了。那智慧产生以后，我们又会回过来帮助定力增加，定力增加以后又会帮助智慧升高，所以这样两个互相帮助。
就呢定慧一直进入，恢复到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回来，所以叫定慧一体。这样了解吗？所以六祖就讲说呢，定慧是一体呀，没有分别，不是二。定呢，是慧体，慧呢是定用。我们就是了解呀，定呢就是慧的体，慧呢是定的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所以这个定慧已经融成一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这个用这个慧的时候有智慧，就可以把我们那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因为有慧就会转成把意识转成智慧。那个意识我们要了解是因缘机会有的，智慧是本性有的。这样有没有差别？我们要用本性有的，不要用那个因缘机会产生的，因为因缘机会产生呢，那个千差万别，而且外面的形象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不追求呢那个外面所有的那个意识，我们追求呢智慧。那我们可以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我们不是开始就先讲吗？还记不记得？妙观察智后面还有3个字，叫什么？叫什么？对，就见辉功。妙观察智见辉功，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那非有为功用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本体所以妙观察智已经见到佛性本体能够呢用这个慧来观佛性本体那个智跟理就合成一起，理智一如这个很理想所以妙观察智见辉功。然后再把第七第七呢那个末那识我们呢就把它转成平等性智后面4个字呢？对，心无变，平等性智心无变。假如说我们能够进入平等性，人与人之中平等，人与物之中平等，物与物平等，这样的全部都平等，心没有变了，就已经回到我们那个本体回来了，所以心不变。然后呢，等到第六、第七已经转了，我们呢用第六、第七的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来指挥前面眼、耳、鼻、舌、身5个，变成成手咒智。后面3个字呢？对，成手咒智同圆镜。跟阿耶识那个同圆镜圆镜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第六、第七先转了以后呢，才前面的5跟后面的8，5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8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那个大圆镜智。后面3个字呢？性清净的，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性清净的，它可见都很用心才会知道，才会记得，能够了解里面的意思我们可以去做，去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走入正确的修道行列，已经轨道修道的轨道进入了，你看那个火车从基隆它一顺着轨道走，就可以走到屏东了，对不对？还可以让钱从台东花莲又可以回到宜兰基隆，绕了一圈，就是因为有轨道。
我们修道有轨道可以走，就走得很顺畅的，就是这个样子。若是此意啊，即是定慧啊等学，定跟慧啊平等的来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定跟慧在修持的过程啊，假如说是定太多的话，我们人啊会昏昏沉沉；假如说慧太多，定不够，我们人会轻佻、轻狂，这样知道吗？要等平等，跟慧啊平等，这样呢才行得很稳啊，好像那个铁轨就两个，一个定一个慧，这样呢很平稳。诸学道人莫也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个别各个分别。那么作此见者呢，华有二相，就是回到呢佛性本体以后啊，就不要有再有心思了，再有心思就变成了那个法执啊。我们在凡尘就有两个，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那我执呢要努力去掉，不要执着我，完成了没有这个身体的我了，这个我就是如来，就是佛，所以我们进入大我，不在小我里面。当然所有的法已经都去掉了，没有执了，才可以成就。那我们有法执啊，一样成就不了。所以法没有二相，只有一。那么口说善语啊，心中不善。我们凡人呢，最差别最大就在这里。口呢说善，嘴巴讲的都是好话，可是心中啊那样在想的都不善。空有定慧啊，定慧不等，有这个定慧啊，可是定慧呢都不平等。若心口俱善啊，内外一如，心跟口啊全部都是善，内跟外啊一如，都是一样的。定慧啊即等，那个定跟慧啊就平等了。自悟啊修行，不在于争，我们要自己领悟啊，然后来做，就是不再争了。你看那个一个战争的争旁边在一个言啊，就是在语言上在跟人家争论。我们凡人大概就是这样啦，把行无搞，要回来争这个搞，语言啊跟人家争论，争啊不赢，无来修书这个功夫，就是这样嘛，这个修书唔捌输，修赢唔捌赢。甲人伤济捌输啊！若争先后啊，争这个先定先慧啊，争先后，即同迷人啊，跟迷昧的人一样，不断胜负啊，这个有胜有负啊，不断胜负啊，切争我跟法，这个我执跟法执啦，增加。不离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四相就是两个字啊，能守，能守就有四相。各位有印象吗？或许有讲过啊，比喻啊，我们眼睛啊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那所看的就是人相。有能看的，有所看的，能守那就四相。能看的我相，所看的人相，所看的差别重生啊，是不是看的很多？差别重生，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四相。然后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所听的就是人相，我们所听的不只有一个声音啊，非常多，叫众生相。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叫寿者相，四相。
然后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我能想，只要落入能手是相，这样知道吗？很微细所以我们要到达没有能手，就是从佛性发挥出来，没有能也没有手，直接直心，没有能手。像我们扫地扫地的时候要人家称赞，有没有能手？就是有。你要爱我们鹅肉鹅肉讲那真骨力，他有期待了，有没有能手？就是有能手。那假如说我们是分内的事，应该要做的，要不要做？那个时候做的时候有没有能手？没有。还觉得应该我做啊，你讲儿子我嘛爱做，你讲妈我嘛爱做，就是已经没有能手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也很微细的。你若爱红儿子那都唔应该我扫，我来甲扫，就是要红儿子啊，那就有能手，就有了。善知识定慧呢，犹如何等？又指呢又解说，犹如呢灯跟光。这个定慧呢，犹如灯跟光。有灯呢即光，无灯呢即暗。有灯呢就光，无灯呢就暗。那么灯呢是光之体，光呢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体是相同的。那么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定慧也是这样。有灯呢就有光，有光呢就有灯。灯跟光合在一起。师示众语，六祖呢都开示大众说，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以一切处行智作恶，常行一直心是也。这个呢一行三昧，就是我们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心行也是三昧是正定，心行也是正定，然后我们做什么事也都是在正定。之中一行三昧，以一切呢处，不管在什么地方所在，行住作恶，就是我们的思维仪常行一直心，就是呢从直心发挥出来。净明经引那个维摩诘经呢，里面呢就讲，说直心呢是道场，直心呢是净土。所以直心就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个就是直心。然后直心再深入叫做身心，再深入叫做大悲心。大悲心也是菩提心也就是大圣心。所以我们了解从直心，我们最接近的直心出发，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这样呢三心合在一起。那直心呢就是净土。就是呢，我们到呢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莫呢就是不要，心行禅语，口淡呢收止。心里面弯弯曲曲，心在想的很多那个意念已经呢残取。那个禅呢就是红影现媚都迎合别人，希望讨到别人的欢心。那个呢就叫禅，曲就是弯弯曲曲，口淡收止可是心都不止。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只有嘴巴讲，不从呢直心出来。但行直心一切法勿有执着。我们呢从直心出来，然后呢在一切法所有万法里面不要有那个执着，不要执着了。迷人呢找法相，找了这个法相，执一行三昧。执以呢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所以六祖呢对这个这个常坐不动的这个凡人的这个打坐方法
是最这个排斥的最呢把它呢摒除在外，说不是那个样子，那样不对，对那个呢百物不施啊，就是连佛性本体也不要所以那样呢不可以。做此抉择啊，即同无情做这样呢来这个了解那个人啊，就跟无情呢树木啊石头这个都是无情的。迄个石头啊甲树啊拢同款，六祖说你若坐咧百物拢不施啊，变做甲石头啊甲树啊同款。树啊甲石头有法度度化众生？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不正确，那个法不正确。切是障道因缘就是呢障碍我们修道的因缘。三之四道须通流，何以且至？道呢得爱通流都呢没有阻塞的为什么呢阻塞了？教我们呢心不住法，道呢即通流。我们呢不住法呢，道就可以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福啊。假如说我们住在那个法，这个法包罗万象，所有一切呢都称为法。只要心有所住了，就是已经呢自己绑住自己了自福。若言常做不动事又如呢舍利佛这个愿作临终呢，却被呢维摩诘喝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舍利佛在临终呢在打坐，那维摩诘来就骂他了，说非是咒语，讲你安尼咧坐唔对唔对然后他跟他讲，不宜三界现身意，是为愿咒。不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显现我们的身，显现我们的意，不宜三界现身意，是为愿咒。这个就是已经你在打坐了。然后呢，不起昧定而现之威仪。你在昧定之中那个昧定就是昧受想定，就是我们凡尘最高的昧受想定。然后在不起昧定要个底咧但是我们显现知威仪，在凡尘显现威仪弄出来，可是内心呢不起昧定。然后呢，不舍道华而现凡夫事。道华呢你都不舍掉，可显现呢都是凡夫的事情，显现呢跟你内心都不同。心不住内意不住外，这个就是业咒。然后呢宜知见不动，修行37这个四道品。因为刚好剩下15分钟了，再把后面一个讲，说呢不断烦恼而入内盘。那我们后面这2个下个礼拜再解说，现在给各位呢问问题。有没有人要问好，请说，拿麦克让大家听到，问题也让大家听到。我想一下请问一下心通和我执怎么分别？好，一个一个问嘛。过去心不可有你问的等下就过去这个心通跟我执，心通就是心已经到达真理世界，心已经可以进入了真理世界，已经相应了那我执就是执着一个身体的我，执着这个身体的我就是对真理不认识那个心就是没有通。所以我执我们了解就是看重自己的身体，不知道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是假的，不真。
那心通了以后，已经看到这个是假的，已经可以进入真理，所以是很大的不同。这样有没有听出来？可以好，你再问。就是说，了解事情的始末这样放就叫精通。那还目前有3个问题。好，你再说。那后学之前有做一个梦就是一个过往的前景，给后学三种颜色的光谱的球形光谱。那有一种颜色，就是有3种颜色嘛，有青的、橘的、白的。那个其实有后学的是那个橘的，那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后学问别人听不懂，那想说问看就想试。耍流氓啊！不要管他就好了。不要管他。对，那个不关紧要。那个对事情的了解，那个是一环心通一环，只是对事情的了解范围不大，就是比较狭隘。可是我们是从我们身边最容易入手的地方去做，那对事情都很了解了，那个就是心通的一环，已经在心通的范围里面是可以用的，只是那个要到达那个通达真理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那因为或许这个前面已经有还有好多这个问题来了，先把这个回答，不然这个我要带回去这个吃多五罪请再说一次是吗？再复习一次吃多有5罪，我们吃多了第一个就是想睡觉因为吃多了把那个血液循环阻塞了，血液都集中在胃部帮助消化，头脑血液就少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精神就想睡觉所以第一个是想睡多睡。第二个，因为吃多了会阻塞我们那个血管，所以多病会加。第三个，因为吃多了，身体产生那个养分，生理需求你就是想做爱，就是多欲望那个做爱。第3个想做爱，第4个就是有前面的3个，就是不能歌颂经典。你要投入要来歌颂经典，因为有多睡，有多病，有多云，所以歌颂经典就没有虔诚的心，已经不能歌颂经典。第4个，第5个就是你所吃的东西都是地所生长，你跟地结的缘很深，所以离不开地，就脱离不了苦海。所以第5个。六祖不鼓励打坐，为何留下肉身菩萨？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就是内涵那个外表形象做是最有威仪，